秦师不是齐王的儿子魏景成吗？不知道，不过我总感觉这个人更像秦师。哎，这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呀？众人窃窃私语，魏景成的脸色变了又变，他想开口，但最终还是一个字都没说，因为他至始至终都没承认自己是秦师，他只是做了秦师的打扮，而后面的都是大家误会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半分关系。尤其货真价实的秦师出现，他更要闭口不谈才能保住自己。但魏宏远不爽了，什么人竟然假冒我儿？来人，给我拿下他！齐王一声令下，却没有一个人动，毕竟齐王不是皇帝。那本王自己去把这小贼擒下。见众人不动，魏宏远勃然大怒，他想抽剑自己冲上去，却被魏楚业呵斥：疯了吗？现在他再对战妖兽头领，你难道要去帮着妖兽？一边呵斥他，一边在心里摇头叹息，这个儿子真是愚蠢的要死。这种时候了，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没有一点大局观。若是换了自己，现在一定会带人上去帮忙，而不是上去拿人。魏楚业气得不行，倒是太子魏如期率先反应过来，带着人冲了上去，帮助白衣少年一起对抗妖兽。反应过来的众人也纷纷上前，最后魏荣轩终于一招致命，宰了这头妖兽头领。余下的妖兽群龙无首，这才纷纷跑走。郑玄上人和赤青子则一脸的劫后余生。刚才因为角度的问题，二人差点被妖兽头领吞进嘴里，是白衣少年看到并出手帮忙。少年郎，多谢。郑玄上人也点头，多谢。魏荣轩摇摇头，表示不在意，而后扭头要走。但赤青子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天赋绝佳的人才，直接道：你不是宗门的人，想必是四国的，不知道是哪国的少年郎，老夫愿意推荐你进玄天宗。魏锦成满眼的嫉妒和不服，这泼天的富贵本应该是自己的，可是一切都被抢走了，该死！他再也忍耐不住，当场开口：这位肯定不是四国的人，仙人还是先搞清楚来历比较好。搞清楚来历，一句话让赤青子警惕起来。见赤青子怀疑了，魏锦成脸上终于露出笑容，他继续道：藏头露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不然你露个脸，也让我们瞧瞧你是什么人。于是这一刻，所有人皆看向白纱遮脸、无法窥视容颜的白衣少年。激动人心的时候要到了。魏锦成，你怕不是来助攻的，竟然主动要求大哥露出真面目，啊哈哈哈！若是露出真面目，你岂不是要气死？哎妈，真是想想就好爽啊！你怎么还不露出真面目？怕不是不敢见人吧？魏锦成还在试图激怒，魏荣轩淡淡开口：你真想看？这声音听着有些耳熟，魏锦成突然有些不好的预感。奇怪，到底在哪里听过这个声音？他刚想说什么，那白衣少年已经摘下蜜梨，露出一张让魏锦成无比震惊的面容。魏荣轩，那个自己从来都不屑一顾的废物。他死死盯着头顶少年，看着他对着自己微微扬起唇角，那弧度在魏锦成看来十分刺眼，像是挑衅，又像是折磨，生生逼得他本就汹涌翻滚的气血更加激荡翻滚，最后再也忍不住噗地吐出一口血来，而后整个人晕厥了过去。锦成，柳如云崩溃大哭，儿子就是他的仰仗，但是现在这个仰仗却倒下了。都怪魏荣轩，都怪苏子涵，都怪这一家子他崩溃好哭，然而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魏荣轩身上。你是大周皇帝的孙子魏荣轩？老夫记得你，是你生生让大周的名字往前提升了2名，从倒数第1变成了正数第2。原来你修为如此厉害，若是你参加比斗，大周又怎么会是第2，妥妥的第1呀？宗门的人无不夸赞魏荣轩就是他们眼中的天才，天资卓绝。魏荣轩，老夫邀请你加入玄天宗。老身邀请你加入天宝山。七星堂考虑一下。魏荣轩成了香饽饽，被所有宗门的人抛出橄榄枝，玄天宗更是巴不得魏荣轩加入他们玄天宗。至于魏荣轩和红灵之间的矛盾，有吗？有，我们也选择不知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魏宏远喃喃自语，自欺欺人。可惜他也就能欺骗自己。他不要的废物，这2个孩子竟然一个比一个优秀。一个炼气7巅峰，马上进阶筑基期；一个筑基7巅峰，在所有人面前进阶金丹，还凝出了惊为天人的天象，简直就是牛逼上天了。而这样2个极品宝贝，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比魏锦成强，偏他魏宏远是个瞎子，厉害的不要，偏要推出门去宠爱这个不咋地的，打脸，真的太打脸了。而另一边，魏荣轩面对众人的邀请，并没有直接回复，而是淡淡开口：混斗没法进行了，不知吞心碎玉鼎该如何奖励？他本不想出风头，毕竟不是他的性子，但妹妹想要吞心碎玉鼎，那他就参加混战，亲手帮妹妹拿回来。只是混战被妖兽打断，而他又提前晋升，想必是参加不了混战了，因为等级太高了。一听这话，赤青子还有什么好说的，立刻道：你就是魂斗里最厉害的，
都进阶了，这些人肯定不是你的对手。再说，你找到了妖兽头领，保护了所有人，这奖励就该是你的。思思，这吞星碎玉鼎是你的了。魏荣轩说完这句话之后，吞星碎玉鼎上的气息就变了，变得跟魏思瑶融合在一起。而也就是这一瞬，这只安静沉寂的巨大炉鼎忽而剧烈晃动起来，一股强大的、莫名让人紧张的气息升腾起来，瞬间让所有人紧张不已。怎么回事？上古古堡怎么了？这，难道这古堡觉醒了？古堡觉醒意味着古堡将呈现出它原本的姿态以及100%的能力。古堡都是给上古神人用的，大家修为不够，最多只能激发几%的能力。但现在吞星碎玉鼎却好像要觉醒了。赤青子大惊，难道在青云大比上还有更厉害的人？更厉害的人？比玄天宗的人还要厉害，那岂不是阶层更高，更无限接近于飞升境界？赤青子大喜，连忙跪下高呼：不知前辈降临，晚辈拜见前辈。一时间，众人纷纷跪下。而此时，立在吞星碎玉鼎旁边的魏筹、魏荣轩等人身边，倏地荡起一圈白色烟雾，将所有人包裹其中。大家看不到这几个少年，但却能清楚地看到吞星碎玉鼎随着不断颤抖，那一道裂痕竟然不断扩大，最后爬满整座吞星碎玉鼎，而后轰隆一声，一片一片掉落，露出里面的东西。这是……众人盯着面前的东西，一个个神情古怪。半晌，池莲圣母颤巍巍道：这真是炼丹的炉鼎。别说池莲圣母，连魏思瑶看到吞星碎玉鼎的真面目，都忍不住小脸一红。艾玛，这不是老子以前最喜欢的痰盂吗？痰盂？魏荣轩和魏子轩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庞然大物，一边看还一边仰头，而后再低头。总之是从上看到下，从头看到脚。这他妈竟然是痰盂，晚上尿尿的那个痰盂吗？兄弟二人都傻了啊！这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魏思瑶笑眯眯将小肉手贴上痰盂外壁，紧接着震动更加剧烈，这下连大地都晃动起来，众人被晃动得根本直不起身来，还有人直接被掀翻在地，一片地动山摇之后，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硕大的痰盂一样的东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所有人面前，最终化作一个玩具大小的小白色痰盂，用绳子系着，轻轻坠在魏思瑶腰间。而痰盂里承载的修为也全都被魏思瑶吸收，奶团子浑身一震。此时魏荣轩也觉得脑袋一阵阵的抽痛，有什么熟悉的画面在脑海之中荡开，一圈又一圈。子荣来了，给为师带了什么好东西孝敬？话音才落，他猛地睁开眼睛，再看去时已经看不到那个硕大的痰盂，只有魏思瑶哼着小曲儿。魏荣轩眉头一跳，突然觉得妹妹身上的气息跟刚才看到的女子一样，他突然意识到曾经自己应该是妹妹的弟子。大哥，爸爸！奶团子张开双手，魏荣轩弯腰把他抱起。这怎么回事啊？吞星碎玉鼎怎么突然没了？赤青子长老！众人看向赤青子，赤青子则看向魏荣轩。少年一身白衣，眉目平淡，似是对吞星碎玉鼎的消失并不好奇。好，懂了，想必这少年知道吞星碎玉鼎去哪儿了，或许这就是他做的。这个叫做魏荣轩的少年郎不一般啊。赤青子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都要把魏荣轩弄到第一宗来，这样优秀的少年只能是他们玄天宗的。荣轩，老夫邀请你加入玄天宗，以后玄天宗的丹药法器你随便选，藏经阁藏宝阁你可以随意出入，如何？什么？所有人都惊了，这不就等于要倾尽玄天宗所有的物资给魏荣轩一个人用？然少年抱着魏思瑶平静地立在那里，没有丁点欢喜。不去！翠，真当你们玄天宗是什么好东西？当初你们玄天宗创立宗门的老东西，要是知道你们仗着第一宗的地位欺压别的宗门，绝对会气得掀开棺材板直接跳出来。哼哼，那老东西看到伦家还得跪下磕头呢，结果你们这些晚辈竟然还跑来讥讽伦家，略，全都是大坏蛋！大哥，不要加入他们宗门。魏荣轩安静地听着妹妹的心思，一开始只觉得妹妹只是天生异象，但有了刚才的幻觉，他确定妹妹是千万年之前厉害的仙人，连玄天宗创宗之人都得给他跪下磕头，那时候的妹妹一定无限荣光。不去？还有比我们玄天宗更好的宗门吗？赤青子不屑一笑，他从来就没把魏思瑶放在眼里，魏荣轩这优秀的人才才是他招揽的对象。有！奶团子霸气叉腰，从今天起，我创立宗门，就叫魏思瑶低头冥思苦想，以前他的宗门叫什么来着？八荒阁。魏荣轩平静开口，对，八荒阁。奶团子拍拍自己胸口，我就是八荒阁宗主。不过有点奇怪呀，大哥这是误打误撞，还是知道点什么？魏思瑶有些疑惑，但现在赤青子还在，他继续挺胸道，大哥，我宗门的人，我的，你走开。对，从现在开始，他魏思瑶就要开山立派了。
哈哈，我就是第一位宗主。赤青子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魏思瑶，心道这奶娃娃年纪不大，梦还做得不小。你宗门现在有几个人？你宗门就你自己？赤青子讥笑询问。不，我大哥、二哥、娘、魏秋堂哥，还有，魏思瑶蹙眉思索，还有谁来着？还有我们。李念妹和李盼妹向前一步，而后是宁国公主，还有她的夫君慕容羽，还有我们。再然后是太子魏如期以及皇后、皇太后。朕也是。赤青子没想到，一个奶娃娃的胡言乱语，谁想竟然这么多人重视？这些人怕不是都疯了？哼，胡闹！一个1岁多的奶团子，毫无修为，一无所有，怎么能创立宗门呢？自古能创立宗门的都是大能，魏思瑶算个啥？哼，现在有了。魏思瑶叉腰，即便是个奶团子也霸气十足，他奶声奶气道：老东西也加入吗？他加入个球啊！好好的玄天宗在这里摆着，为毛去什么八荒阁？你们八荒阁呀，最多撑1天就得完。哼，不过是陪着你这个奶娃娃过家家罢了。对，所有人都是陪着魏思瑶玩呢，大家都只是为了逗他开心，怎么可能真的创立宗门？赤青子恼羞成怒，一扭头当场离开。哎，才拿了第2个，大周就飘了。是啊，竟然让一个奶团子创立宗门，起的名字还挺霸气的。八荒阁，哼，也不知道能撑几天。管他撑几天呢，大家加入宗门也是要挑选的。这新成立的八荒阁屁都没有，谁会去呀？等着瞧吧，用不了几天，八荒阁就得解散。明年的青云大比，可能连这个名字都没人记得。真当创立宗门是玩呢？简简单单就能把宗门立起来？后腿儿，你要创立宗门？身为神农宗的独一圣手，好容易收了个能入得了眼的弟子，现在竟然不来神农宗了，竟然要自立门户。奶团子点点头，大眼睛忽闪着看向黄玉。加入吗？黄玉，那他是该答应还是不答应？感觉不答应的话，好像分分钟就会失去这个徒儿。可我的神农宗，你可以两边爬。啊，这还有这个选项吗？行，我加入。不过我只是代管，你们八荒阁的丹药就交给我了。此刻周围看热闹的所有人，黄玉，神农宗的独一圣手，怎么分分钟就被这个屁孩子拐跑了呀？如果可以代管的话，我们也可以试一试。说着，池莲圣母、青阳真人、正玄上人纷纷出现，表示自己也可以出一把力。等等，要是神农宗的独一圣手亲自给八荒阁炼丹，那些本来还在看笑话的人，现在彻底笑不下去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后疯狂扑到魏思瑶身边。宗主，总之还收人吗？宗主，我对宗主的忠心日月可见，收了我了。宗主在上，受徒儿一拜。宗主，你收了我吧，我可是我们家族排名第1的美男子啊，大帅哥。奶团子都乐了，只能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有乐了。咋的？一开始瞧不上，现在疯狂往里挤了。不好意思，晚了。奶团子打了个哈欠。困了，娘。对，人家要找娘亲吃奶去了，抱歉没时间搭理你们。然后众人便看到苏子涵忍着笑，把奶团子抱在了怀里。其随赵三国的君主皆目瞪口呆，一个个老神在得看向魏楚业。真是服了这个老六了，这就搞出个宗门来了。哼，大周皇帝绝对是飘了，有他摔下来的那一天。对于宗门这件事，三国皇帝并不看好，毕竟举国之力就为了供养一个宗门，的确不切实际。还有就是哪有皇帝亲自加入宗门的？好歹是一国君主，您做鸡头不做凤尾嘛。三个人皆齐齐摇头，只有魏楚业心中 happy 的不行。魏楚业得意的不行，明明听见了3个国君的嘀咕，愣是咬紧嘴巴不吭声。但就算他不说话，脸上的眉飞色舞已经出卖了他的心情。看到魏楚业那老东西的表情了吗？这里明显不对呀。哼，看到了，加入八荒阁好像是捡到宝贝了似的。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魏楚业这只老狐狸憋着不肯告诉咱们呢。不行，得派人去打听打听。好，朕也调动暗影去探探究竟。现在的问题是，为何魏楚业如此重视一个奶娃娃弄出来的新宗门？里面绝对有问题，说不定还跟魏楚业突然晋升金丹期有关系呢。三国的君主都是人精，就当什么都不知道。魏楚业不是不肯说吗？那他们就自己查好了。今年大比结束，我们明年再聚。
4位皇帝彼此一拱手，那叫一个其乐融融啊。至于小心思什么的，呵呵，没有的。好好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人一直不醒？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一个比一个小心翼翼。待检查完之后，御医惊呼一声：走火入魔，气息全乱了。宗门的药师也在一边摇头：快，丹药，不能再拖下去了，若是完全入魔了，人就废了。走火入魔，所有人都惊了。宋明几个关系好的人因为担忧也陪在旁边。闻言，宋明一脸不可思议，怒道：锦城儒雅沉静，从未有私心和嫉妒，怎么会走火入魔？心境不稳才会走火入魔，气息全乱。魏锦城这么优秀，连得知魏子轩有修为，甚至修为比自己还要高之后都没什么反应，甚至还笑着恭喜他，这样心胸豁达，又怎么会走火入魔？别说宋明不信，柳如云更不信。不可能，我儿如此优秀，怎可能因为嫉妒走火入魔？好好的，怎么会走火入魔？怎么会走火入魔？这可是他最寄予众望的儿子啊，将来要继承齐王府的，怎么就出事了？他怎么能出事？你们之中不但有御医，还有宗门的药师，好给本王检查一下，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闻言，药师张欣再重新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下，蹙眉：公子平日里吃的丹药太多了。可不是多吗？魏锦城太过贪婪了，跑到苏子涵那里吃一份丹药，回到他娘柳如云这里还要吃一份。那菌菇汤又是大补的东西，3份补进来已经超过他能承受的负荷。而他为了能在大比上一鸣惊人，还吃了魏宏远特地给他准备的丹药。这一样下来，只是走火入魔，没有爆体而亡，已经是他命大了。但可惜没人这么想，柳如云更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只想到了苏子涵，想到了以前苏子涵给的各种极品丹药，还有大补的菌菇汤，立刻好哭道：王爷，姐姐到底安的什么心呢？魏宏远怒上心头，扭头走出院子，直奔苏子涵住处。此刻彩礼正在苏子涵那边，毕竟终于回来了，他自然要过来看看。公主，听说魏锦城走火入魔了。搞了半天，魏锦城竟然是因为嫉妒走火入魔了。哈哈哈，只想说娘的菌菇汤真没白喝，效果还真不错，不过也是魏锦城自找的，心眼那么小还要学人家修仙，这条路真的不适合这种小心眼的人。御医、宗门的药师还有南间的大人们都来了，魏锦城床头围满了人，柳如云当场都崩溃了。外面云香进来通报，王爷来了。话还未说完，魏宏远便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苏子涵，你安的什么心？666，魏锦城自己补大了，渣渣爹却要来找娘的麻烦，真不要脸。人都直接跑进来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王爷这么大火气，吓到宝宝了。彩梨也不起身，只柔柔弱弱开口，轻轻扶一下马上要临盆的小腹。魏宏远便赶紧熄火，什么都没有子嗣重要。这口气，魏宏远硬生生憋了回去，不敢大声吆喝，只让人先把彩梨扶回去，确定彩梨回府了，他才恼怒质问：魏锦城丹药吃多了，走火入魔。苏子涵，你是主母，你有责任。魏锦城养在齐王府，齐王不去找柳如云，却要来找我的责任，怎么？半年以前吃的丹药，现在还没消化完？魏思瑶要笑死了，都已经和离很久了好吗？而且他都快2岁了，渣渣爹到底哪里来的自信？这么长时间的事情了，还要跑来找娘的麻烦？齐王，蠢死的！魏宏远快气疯了，但他又不能跟一个奶团子计较，而且说是来质问苏子涵的，他更希望苏子涵能出手帮忙。你叫汝南苏氏的人来给锦城看一看，走火入魔一定有办法救的。只能说渣渣的脸就是比一般人大，都这种时候了，还这样的口气跟娘说话，咋的？欠你的呀！当初娘亲进阶金丹期，房子都炸平了，也没见渣渣爹这么紧张大哥二哥呀。魏思瑶在心里疯狂吐槽，他吐槽的声音苏子涵听得真真切切。此刻他内心的怒意翻滚，几乎是想也不想开口。滚！你说什么？魏宏远都愣了，他没想到苏子涵会让自己滚，这个字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说的，除了父皇说过以外，这世上还没人能让他滚。他想发怒，但又怒不起来。修为不如苏子涵，甚至现在连魏荣轩的修为都比自己高，父皇也不给他撑腰。一时间风光无两的齐王站在苏子涵面前，生生矮了一大截。魏宏远快要憋屈死了，内伤都要憋出来了。思索到最后，自己好像真的拿苏子涵毫无办法，他只能咬牙咒骂：好，子涵，你最好一直如此冷血无情，一直恶毒下去。等锦城修为大增，踏入仙门，你不得不仰仗他的时候，你可别后悔。艾玛，要不要这么可笑？仰仗魏锦城？咋的？是他大哥不香，还是二哥不香？哈哈哈，渣渣爹，你做梦可以，别做得这么大，当心栽得头破血流。绝不后悔，只要王爷也别后悔就行。魏宏远都气笑了，魏锦城可是王府未来的继承人，他会后悔？不可能的好吗？直到这一刻，
魏宏远依然把魏锦城的位置放在最重要的地方，他甚至觉得魏锦城就是运气不好，没什么比不上魏荣轩和魏子轩的，说不定比不过的原因就是苏子涵捣鬼，故意把好东西都偏颇了两个儿子，所以魏锦城修为才会赶不上那两个废物。好，苏子涵，你等着，这些账本王一定一笔一笔跟你慢慢算。哟呵，你还搞出账本来了，都什么内容啊？苏子涵听到女儿心声，便直接开口把自己的疑惑也问了出口。账，不知道本公主跟王爷有什么账还未算清。有的是。魏宏远也豁出去了，跳着脚怒骂：两个废物有修为你不告诉本王，掖着藏着，到了河离之后才说，你这是欺骗。还有好东西你都给了你儿子了吧？不然魏锦城的修为为什么还没有魏子轩高？还有，如果不是你做了王妃的位置，挡了柳如云的路，魏锦城又怎么会以养子的身份记录在玉牒上？他应该是正儿八经的王世子，是本王正儿八经的儿子。苏子涵越听越想笑，他知道魏宏远把对自己的所有不满全都说出来了。苏子涵，你不要得意，没了本王你也只能是孤家寡人一个，我看谁敢娶你。等你老了，本王一定要带着满堂儿孙来笑话你的孤家寡人。魏宏远叫骂着被人赶了出去。笑话，真由着你在新月公主府叫骂呀，又不是有毛病。娘，上奏皇爷爷，参他，让皇爷爷收拾他。娘，上奏，参他。魏思瑶已经可以流畅的说话了，虽然跟大人还是有差异，但至少更容易理解了。苏子涵哪里有什么不明白，当场一个奏本递到了皇帝手里。果然，皇帝看到苏子涵的奏本之后勃然大怒，直接让魏宏远在家闭门思过1个月。听说了吗？齐王府的魏景城公子才是真正的情师，是新月公主的大儿子抢了魏景城的身份，魏景城气不过才会吐血，导致走火入魔，差点废了一身修为。现在新月公主势力大，自然容不下别人。新月公主用阴谋诡计，只对自己的孩子好，对待魏景城这些养子狠着呢。不然为什么新月公主的2个儿子都这么优秀，魏景城辛辛苦苦修炼到现在才炼气5层？都是阴谋，都是假的，把别人的儿子养坏了，现在还要抢人家秦师的身份。新月公主如此恶毒，这种女人活该单身，一辈子找不到男人。各种声音传来，皆是抹黑苏子涵一家的。魏荣轩和魏子轩从外面回来，就听到了各种侮辱的言语。魏子轩差点跟那些人打起来，被魏荣轩好歹拉了回来。哼，简直就是欺人太甚！若是让我知道是谁在外面造谣，我一定打断他的腿。还用想吗？一定是隔壁的谣传出来的。魏荣轩淡淡开口。齐王过来闹的事情人尽皆知，好在母亲上奏，皇帝爷爷直接禁足齐王1个月，人在禁足，各种流言都传出来了，皆是抹黑他们的。不行，这件事情一定要掰扯清楚，不能这么玩了。魏子轩扭头往外走。哥哥，等等。等什么？当然是等人了。魏锦城的那些好兄弟那么向着他，听到这样的风声一定会找上门来的。不是说把别人的儿子养坏了，现在还要抢人家秦师的身份吗？柳如云不敢找上门，魏宏远又被禁足，但并不代表柳如云没人可用了，毕竟还有魏锦城的那些好兄弟不是，等他们来，到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一起给大哥给娘证明。某些人的阴谋诡计只能是被戳破的份儿。不好了，外面一群南监的学生说是要跟什么？跟大公子二公子讨个说法呢。兄弟二人彼此对视一眼，心道竟然真的来了。哼，来得正好，我们还要讨个说法呢。大哥，我们走。兄弟二人拔腿往外走，魏思瑶自然要紧紧跟上。总之有热闹看的事情，为什么不去看？而且还是这么有趣的对峙事件，哈哈哈，绝对要去看。尤其这些人知道真相后的脸色，一定相当有趣。魏思瑶跑得比他2个哥哥还要快，几乎是一溜烟窜到门口，挑了个不错的位置，然后马扎子一放，安木在后面摆小桌子，放上各种点心瓜子和牛乳酥酪，顺便再给魏思瑶打上扇子。上门来讨说法的宋明一行人突然就沉默了，这小娃娃到底在做什么？盖宇忍不住低声嘀咕：怎么好像感觉这小丫头是故意等着看咱们笑话呢？疯了吗？她才多大？盖宇挠挠头，好像是小了点，这么点的娃娃应该没这么多心思吧。思索的时候，魏荣轩和魏子轩皆走了出来，而没人注意到的时候，魏思瑶偷偷冲安木勾了勾手指，等安木凑过来，便压低了声音道：去多弄一些人来围观，越多越好。安木一愣，他立刻消失在大门口，飞速找人去了。你们太过分了！秦师明明是魏锦城，是你们害得锦城兄走火入魔，跟我去隔壁道歉。几个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吵得魏思瑶脑袋都疼。此时魏荣轩提气，以金丹期的修为，中气十足，怒斥一声：都闭嘴！顿时，所有人齐齐闭嘴。修为的差距让他们一个人都不敢再说话。直到这一刻，他们才近距离的感觉到什么叫做等级差。不愧是金丹期呀！
一时间，宋明和盖宇等人都露了怯，但回头看看，见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围满了人，他们便又有了些许底气。哼，凭什么闭嘴？怎么还不让人说话了吗？快来看看啊，新月公主府的架子都要端上天了！大胆！魏荣轩身后的家仆们出声呵斥。魏荣轩微微抬手制止家仆的声音，看着宋明淡淡道：“让你说，不过你们七嘴八舌的确太乱了。商量好了，谁先说？那就一个一个的说，看看这些贵胄子弟要怎么自圆其说。好，那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把账好好算一算。先说景成兄，他儒雅沉静，从未有私心和嫉妒，怎么会走火入魔？一定是你们做了手脚，对是不对？”在宋明等人心中，魏景成就是高尚无私的大好人，就算受了委屈也报之一笑，从来不会说半个不好。平日里为人也十分低调。当初魏荣轩几个人来南间，大家都嚷嚷着要替魏景成出气，还是魏景成说都是哥哥，让他们不要动手的。怎么看魏景成都是大度的人，怎么会因为嫉妒走火入魔？我们做手脚，怎么他自己走火入魔还要赖到我们头上？请问我们是怎么逼他走火的，又是怎么逼他入魔的？真是可笑，走火入魔还能被人逼？泼脏水可以，拜托先拿出证据来。几句话对得宋明哑口无言，他一阵支支吾吾，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让你们拿证据就赶紧拿。就是没有证据，谁知道谁说的是真的呢？宋明闻言也急了，怒道：“御医说丹药吃的太多，补的太多，王府的丹药不都是新月公主配发的吗？一定是做了手脚了，不然就是她吃的丹药有问题，而你们吃的都是好的。不然怎么会从废物变成天才？而且你竟然短短时间就进阶了金丹期，肯定有问题。丹药，呵呵，当初大哥和二哥没修为的时候，王府的丹药全给魏锦成用，屁都没给大哥二哥留。现在这些人竟然还有脸说大哥二哥吃毒食，我呸，真不要脸！不过大哥二哥也的确吃了点毒食，这毒食是他魏思瑶喂的，至于不给魏锦成，自然是因为跟着货不熟。咋的？这也有问题吗？有问题我也不怕，有本事你们来打我呀！奶团子冷哼一声，眯起眼睛盯着宋明等人。魏荣轩更利落，根本不跟宋明几个人废话，直接道：“王府这几年的丹药支出拿出来，给大伙好好看看。”没和离之前，王府都是苏子涵管，每年的丹药支出也要记在账目上的。和离的时候，苏子涵又搞了一份备份，怕的就是魏宏远突然回头找麻烦。只是没想到账册没有用在魏宏远身上，倒是先用在了魏锦成的朋友们身上。很快，账册拿出来，魏荣轩掏出流影石，以灵气催动，众人面前的天空上立刻多了一个透明光幕，紧接着出现的就是账册上的所有内容。显德57年3月，极品青灵散3枚，公公子景成。显德57年4月，极品青灵散3枚，金髓丸1瓶，公公子锦成。德显57年5月，光是显德57年1年，魏锦成就服用了30多枚青灵散，6瓶金髓丸。再往后便是显德58年，一直到66年，整整9年的时间，整个齐王府只有魏锦成拿到的丹药最多，即便是齐王魏宏远一年服用的丹药还不及魏锦成的1/10。哎呀，竟然吃了这么多丹药，这不等于是丹药堆出来的吗？就这么吃了9年才练775层，太搞笑了吧！到底谁说他资质过人，十分优秀的？就算是我们家的那个草包，照这个吃法也能吃成天才吧？魏思瑶忍不住了，娘哀，话说宋明、宋小侯爷，你们这些人是上来找麻烦的，还是拖魏锦成下水的？哈哈，不行，憋不住了，我的妈呀，没帮魏锦成找不回来，却被人发现魏锦成这货是个废物，哈哈哈哈，要笑死了，哈哈哈！奶团子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宋明几个人却被搞得脸色通红。宋明咬牙怒道：“为什么只有锦成兄的？你们2人的呢？”魏子轩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宋明，哼，那个时候我跟大哥都是废物，怎么可能有丹药吃？不可能！你们不吃丹药，怎么会这么厉害？宋明摆明了不相信。魏子轩呵呵一笑，呸！哼，因为我们是天才。老子信你个鬼！宋明气得火冒三丈，他自然是不信的，还要再张嘴辩驳。魏荣轩淡淡道：“账目上都有齐王的印章，做不得假，不然可以尽管去找齐王核对。”那就不必了。宋明没那个胆子，不是惧怕齐王，而是怕核对完了也是这个结果。毕竟魏荣轩敢拿出来给大家看，应该就不怕查。宋明彻底怂了，他没想到苏子涵真的从来没有偏颇过魏锦成，甚至还对这个养子特别的好，简直就是举整个王府之力对待魏锦成。宋明怎么搞？盖宇有些急了，现在貌似完全没办法搞下去了。秦师明明是魏锦成、魏荣轩，你为什么要抢锦成兄的名头？他能走火入魔，都是你逼的。真行，课代上面找不回来，就用身份的事情来说事儿吗？宋明，你现在带着纸笔去找魏锦成，若是他连写字的力气都没有，那便用嘴说。
京城的人都知道，秦师出来的次数只有2次。我们双双写下这2次出现的时间地点，都做了什么，周围又有什么人，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而后找那天的当事人一一过问。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第1次就找李将军府上的人询问，第2次就找武城兵马司的人询问，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一问便知。不是想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吗？他魏荣轩没工夫在这里瞎叨叨，咱就用事实说话。说完，他直接让小厮送来纸笔，直接在大门口铺开，提笔便写，无比认真。现在怎么办？黛玉彻底慌了，人群挨得太近，有人听到了他的询问，立刻吆喝起来：汝南君王说的没错呀，既然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就写嘛，真的一定就记得很详细，到时候找李大人还有武城兵马司的人一问便知啊。对，这主意好，时间地点人物谁写的越详细，谁就是真的。围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反而都十分认可魏荣轩。少年安静沉寂，不发一语，但气势很稳，握笔的姿势也很挺拔恣意。魏思瑶在一边翘着小脚丫，一晃一晃的看着，大哥就是大哥，这戏演得太精彩了。宋明几个人想要弄清楚，就得去找魏锦城。他现在很想知道魏锦城到底能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他才是秦师。奶团子美滋滋的等着接下来的剧情。宋明几个人见事情接不过去，便也咬牙道：哼，去就去，魏荣轩，一会儿有你后悔的时候，别说我们没给你留情面。说完，宋明就往齐王府走去。什么？昏迷不醒？宋明一阵惊讶，不是回来的路上就醒了吗？门子一脸苦笑，那什么，今天又不太好，王爷吩咐今天概不见客，抱歉。宋明皱紧眉头，突然就不见客了，为什么？难道锦城兄说的都是假的？齐王府不见客，围观的路人也都看到了，一时间众人再也忍不住议论纷纷。这是心虚了吧？看来是心虚了，不然为什么不开门呢？前几天人还能走动呢，今天要找他了，就突然严重了。哼，这谁信呢？哼，看来秦师的身份真的有猫腻啊！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这不言而喻啊。也是，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是秦师呢？那点修为可打不过魔族妖人呐。人们叽叽喳喳的嘀嘀咕咕，再一次谈论起前2次秦师出现的细节。一次是有人偷袭李将军的马车，第2次是有魔族妖人藏匿在满春堂。再弱的魔族妖人，也不是区区一个炼气7、5层的人能收拾的呀。魏锦城是假冒的，实锤了！妈的，假冒的还敢出来招摇撞骗，更无耻的是在本尊面前耀武扬威，鸠占鹊巢，就是个自私无耻的小偷嘛！众人叽叽喳喳，几乎是这一次，新月公主府的风评就立刻不一样了。竟然造谣新月公主和汝南君王，哼，真是无耻！哎呀，还不知道这话是谁放出来的呢？有什么好不知道的？肯定是齐王府的嘛！秦师的身份都偷了，抹黑别人算什么？呵，这齐王府的人啊，还真是无耻，休了人家也就算了，因为孩子是废物就一起赶出门。现在好了，还要抹黑人家孤儿寡母的。魏思瑶都听傻了，这分分钟就把他们家清洗干净了不说，还冠上了苦命的帽子。奶团子想到这里，瞬间来了精神，一个高跳起来，先把好吃的统统收进储物袋里，然后把小桌子、小凳子、小扇子全部收起来，然后奶团子哄着眼睛来到大哥身边，嗷呜一声嚎哭：呜，大哥，大哥，爹爹坏，欺负娘和大哥，呜，思思心疼大哥。这种时候再不出来添上一笔，他就不叫魏思瑶。嗷，你们不是抹黑吗？那他就继续上眼药。大哥没吃过爹爹一粒丹药，还要被骂废物。娘生的孩子都没修为，就要被爹爹嫌弃羞辱。爹爹要把齐王府给锦城哥哥，大哥明明你才是长子，呜，大哥好可怜。奶团子抽泣着，哭得嗷嗷的，眼睫毛上都是泪花，看得周围的路人心里都一颤一颤的。艾玛，好心疼，好可怜。齐王真不是东西。哼，听说那魏锦城根本不是收养的战场遗孤，是齐王的私生子呢。对了，这件事还没个结果呢，现在又爆出来欺辱正妻，什么齐王，我呸，狗王还差不多。这下好了，所有人都觉得齐王不是个东西，先抢齐王世子之位，又要跑来抢秦师之位，什么东西啊！骂完了齐王，又开始骂魏锦城，最后骂得不过瘾，有人干脆跑到齐王府门口扔臭鸡蛋、烂菜叶。一开始门子还出来挡一挡，但架不住人太多，他一露头就被臭鸡蛋、烂菜叶子呼了满脸，砸得脑壳生疼，最后没办法，只能关上大门躲避。艾玛，哈哈，真是想想就搞笑，只可惜看不到渣渣爹羞辱气氛的样子，啧。魏荣轩知道妹妹是装的，
他还是故意大声道：“思思不苦，谁让咱们命苦？好在皇帝爷爷是明君，明事理，只可惜了娘亲，都和离了，还要被人3天2头的闹上门。”众人精神一振，哦呵，都和离了还要上门闹，打，继续打。于是众人打砸得更欢了。大哥，老六。魏思瑶竖起大拇指。魏荣轩虽然不明白老六是什么意思，但知道妹妹一定在夸自己，他忍不住在心里道：思思，你是老六，不，老8、老10、老100，总之你最厉害。于是魏锦城很快成为了整个京城的大笑料。得知这一切的魏宏远快气疯了，他怎么都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魏宏远气得脑仁疼，几乎是当场就推门而去，去找柳如云去了。贱妇，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说锦城很有天赋，现在呢？现在整个都城的人都在说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连他2个哥哥1根手指头都比不上。你这个贱妇，你骗得本王好苦，害本王丢尽了脸面。你这个贱妇！魏宏远对着柳如云又打又骂，几乎是将心中所有的怒火和委屈全都发泄在了柳如云身上，打得柳如云惨叫连连。王爷，妾真的没有骗王爷，当初姐姐生下的孩子的确是废物，别说皇宫里的御医，连汝南苏氏的人都来看过了。王爷，就算是欺骗，也是姐姐骗您了。王爷，锦城虽然不是绝佳天赋，但好歹也比废物强啊，这是您当初亲口说的呀。柳如云一边嚎哭一边解释，这踩到了魏宏远的雷点，他自然是不会承认自己有错，劈头盖脸又是一顿毒打。王爷，锦城天赋一般，但是婉慧天赋可是很好的呀。王爷，妾的孩子不管哪一个都比姐姐的强啊。魏宏远还想继续打，却又想到了魏婉慧，左右看看，没看到魏婉慧的人影。奶娘见状赶紧上里间，把魏婉慧抱了出来。魏宏远打自己娘亲，魏婉慧见过2回了，所以在魏婉慧小小的心灵里，一直觉得魏宏远不是什么好人，简直就是禽兽。这也导致他看到魏宏远会本能的惧怕。然而魏宏远不觉得自己不好，他抱过魏婉慧，上下打量了一眼，而后亲自探查起魏婉慧的灵根，确定这孩子的确是天才之后，他这才冷哼一声，将魏婉慧直接带走。这个孩子我会交给母妃亲自带，你就不必管了。什么？柳如云直接急了。王爷，王爷，求求你不要啊！王爷，婉慧太小了，根本离不开娘的呀。他扑过去想把女儿带回来，然而魏宏远却一把将柳如云推倒在地，魏婉慧更是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娘，婉慧，婉慧，我要娘，我要娘！魏婉慧嚎啕大哭，但魏宏远才不管，一个魏锦城已经废了，这个女儿不能再废了。他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然而走到大门口才想起来自己不能出府，魏宏远气坏了，只能把魏婉慧带到自己的院子，找了自己奶娘亲自照料。至于柳如云，她不配照看孩子，柳如云要疯了，孩子就是自己的命。奶娘，你说齐王是不是什么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奶娘见他这般模样，欲言又止。一定是的，不然姐姐为什么会毅然离开齐王，甚至还把一个青楼女子弄进王府？姐姐早就知道魏宏远不是良人，可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自己走了，留下我在这里受苦。呜呜！柳如云嚎啕大哭，总觉得自己这日子就是苏子涵造成的，是姐姐故意的。姐姐，你怎么能如此对如云？外面的哭声隐隐约约传进后宅，躺在床上的魏锦城则握紧了拳头，心中的不爽和愤怒快要冲破胸膛，让他整个人颤抖不已。他好恨啊，很不甘心，还以为传出谣言就能让魏荣轩兄弟2人背上骂名，谁知道宋明这个没脑子的，最后却搞得他不得不背上骂名。混蛋，混蛋，混蛋！现在全都城的人都在说他不行，说他才是个废物。然而最让魏锦城心寒的还是齐王的态度。魏锦城颤抖着，只觉得体内平稳下来的灵气又开始蠢蠢欲动，吓得周围的御医连忙跳起来帮他压制。哎呦，公子啊，切不可再动怒，一定要平复情绪，不然呢，您的修为就真的全没了。修为尽毁，全都没了？不，他不想这样。他知道没有修为会是什么下场。魏锦城最终不甘地闭上了眼睛，他只能压下怒火焚烧的心情，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苏子涵，你害得本王这么惨，还想相亲，还想过好日子。左相夫人遥愿给苏子涵说亲，说是左相梅庭川的外甥，人如何如何好。魏宏远直接命人去捣乱，左相家的大门都被人踹翻了，名下的铺子也遭到了打砸，还有那个什么外甥也被莫名其妙被人打了。左相心中不爽，告到皇帝那里，然而结局就是禁足在家3个月。左相心里不爽，但也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闹过这一出，风声也传到了新月公主府。魏思瑶直接拉上安慕，在2家中间隔着的那一道墙附近溜达。怎么样，看到没有？安慕摇摇头。那就继续看，发现情况就下来。安慕点点头。魏思瑶一连蹲了好几天，终于蹲到了他的渣渣爹。齐王最近心情郁闷，禁足又给加了3个月，他只能跑到花园里来溜达。谁知才坐下没一会儿，便听到了1墙之隔的隔壁传来的声音。魏思瑶安排小胖鸟在墙头上监视，而后在墙底下大声跟安慕说话。
阿木，你知道吗？又有人给娘相亲了，这次是轻车都尉，我觉得人长得挺帅的，至少比父王强。隔壁刚舒坦一会儿的魏宏远瞬间就不舒坦了，咋的？左相不是唯一，还有人出来搞事情。魏宏远一边偷听一边暗暗记下，而另一边魏思瑶一连串说出一大堆人名，这些都基本没几个好人，都是有点问题的，还有一些都是图着娘亲的身份地位来的，所以这些人魏思瑶一个都不喜欢。现在他年纪小，不好一一上门叨扰，不过渣渣爹可以呀，哈哈，他现在就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部报一遍。大哥，你一定要听好啊！魏宏远也果然给力，记仇什么的打起了12分的精神，比在南监上学还刻苦，甚至怕自己记不住，还安排了好几个小厮一起记。小胖鸟将这一切记在心中，魏思瑶说累了，这才摆摆手，低声道：“走，回去吃饭。”魏宏远确定没动静了，这才派人按照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打上门去。想娶新月公主，就算是本王不要的东西，也轮不到你们。王府的人无比嚣张，上门打人还要羞辱别人，顺便告诉所有人，就算齐王不要苏子涵了，你们这些人也休想。一通打砸之后，所有人都老实了，一时间再没有人给苏子涵做媒了，甚至连开口提的人都没有。看着新月公主府登门的人越来越少，魏宏远心里越来越开心。哈，看你还怎么嘚瑟！苏子涵，本王说过，离开齐王府，这世上就没人再敢要你，绝对。啊，对此苏子涵只想说，你开心就好。某些人还不知道自己被魏思瑶利用了。苏子涵也是你们能肖想的，老子告诉你们，就算是齐王不要的女人，也不是你们能动的。什么垃圾，给我打！齐王府的人一拥而上，周围围观的百姓没有一个敢上前的，皆在一边指指点点。明明都和离了，还要出来搞事情，这么做谁还敢上门求亲啊？新月公主这辈子啊，算是让齐王毁了，真是惨。所以呀，女人成亲还是得找个好人家，不然一辈子都完了。就是啊，齐王仗势欺人呐！新月公主好惨。各种声音传进耳朵里，许渊冷峻的面容也越来越难看了。新月公主，苏子涵，那个齐王竟然抛弃了子涵，而且现在还做出这样的事情。许渊二话不说，直接上去一脚把魏宏远的人踹飞出去。那小厮被踹飞了，还很不服，咬牙扭头，看到许渊之后勃然大怒，跳着脚咒骂：哪里来的阿杂东西？知道老子是谁吗？你就敢动手？老子可是齐王府的人，你惹得起吗？我管你是什么东西，但是在这里辱没子涵名声就是不行。这人认识苏子涵，是新月公主什么人吗？小厮心里一惊，但想想似乎也没必要怕，他主子还是齐王呢，皇帝的亲儿子。于是他又趾高气扬起来，冷笑：你也是想占新月公主便宜，巴不得靠着苏子涵的裙子往上爬的男人吧？来人，给我打，打到他认清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众人立刻蜂拥而上，然许渊不疾不徐，轻轻亮出招式，真的是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很快一行人便全都被干翻在地，别提多怂包了。告诉你们，以后让我再看到你们坏子涵妹妹名声，见一次打你们一次。几个人见打不过，这才不得不互相搀扶着扭头离开，只是离开之前还恶狠狠地盯着许渊。你小子给我们等着！许渊做事还要再打，吓得几个人扭头就跑。而此刻许渊的眉头也皱得紧紧的，整个人愤怒不已。当初魏宏远当着自己的面发誓会对子涵好的，他才离开多久，这个畜生竟然就跟子涵和离了。许渊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本来回来一趟应该先回家中的，但他还是扭头直奔新月公主府。许渊来到新月公主府的时候，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面：2岁的娃娃肉乎乎的坐在大门内的阴凉里，张嘴吃着烤过的肉串。你是子涵师妹的女儿？子涵师妹。魏思瑶抬头打量着面前的男子，这人谁？劳烦通禀一声，就说新月公主师兄回京，特地来见一见师妹。娘亲的师兄。魏思瑶眼睛一亮，倏地想起什么来。这个人可了不得，为了追求极致的剑意，离开安宁祥和的中原，直奔西北战乱苦寒之地，整整15年的时间，修为大增不说，而且还当上了西北境内昆仑宗的首席大长老，修为巅峰不说，地位也十分得高，而且还长得帅。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娘亲，而且还是真心实意的那种。奶团子盯着徐渊，双眼冒光。啊哈哈哈哈！这个来的可真是时候。现在整个京城都畏惧于齐王，不敢上娘亲面前蹦跶，可偏这个时候徐渊回来了，来的可真是时候。娘亲的师兄就是自家人，大叔请进。说完故意提高了声音，对着隔壁高喊一声：娘亲的师兄真帅真好看呐，比某些人好看多了，想必心胸也一定比某些人大得多。隔壁齐王府莫名有一种被指桑骂槐的错觉呢，把隔壁的骂完，魏思瑶笑嘻嘻往回跑，而云香已经把话带到了。得知徐渊从西北回到中原，苏子涵惊喜万分，连忙出门相迎。毕竟16、17年未见，又是师兄妹，看到门口站着的高大挺拔的男人，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苏子涵忍不住眼睛一红，感慨万千。徐渊哥。徐渊眼睛也有点红，这么多年未见，子涵师妹成熟了几分，但却更美艳动人了。而且他这一路上听说了太多，只觉得子涵师妹受了太多委屈。
现在见到本人，更是悲喜交加。师妹，他忍不住上前几步，就在他要抓住苏子涵的手的时候，隔壁不知道什么人踹了大门一样，咚恩的巨响传来，打断了二人的相见。众人皆扭头望过去，只见齐王魏宏远缓缓收回脚，目光阴森森地盯着这边，嘴里暗骂：狗男女！你说什么？徐渊本来就痛恨魏宏远，当年若不是魏宏远，说不定自己努力就能追到师妹了。可现在呢，这获取了师妹，竟然还不知道珍惜，日日苛待，连师妹的3个孩子都要跟着一起受委屈。要是师妹肯为他生孩子，那他……徐渊的脸瞬间爆红，高大的男子脸红的几乎要淌血，整个人手忙脚乱，慌乱无措，搞得众人满头问号。这人有什么病？噗，笑死，这就害羞了啊哈哈哈！娘亲的这个师兄真的好纯情，好有意思啊！娘亲，你当年怎么不选他呀？他太有趣了。苏子涵都有些尴尬，不是因为徐渊，而是因为女儿的心声。闺女，你是不是懂得有些太多了？苏子涵也有些不自在，而这落在魏宏远眼里，几乎是坐实了这2个狗男女有瓜葛。他不能出府，只能站在大门里面，指着这边暴跳如雷。苏子涵，你对得起本王吗？这个人到底是谁？徐渊直接转身走到齐王府大门口，隔着门口的门槛冷冷盯着里面的人。齐王瞬间就怂了，哆哆嗦嗦道：你想干什么？哼，不干什么，就是想告诉你2件事。第一，师妹已经跟你和离了，懂不懂和离是什么意思？就是再无瓜葛，她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父母子女。至于对不对得起你，你又是什么东西？魏宏远跳起来就想嚷嚷，然徐渊继续开口：第二，我是徐渊，西北境昆仑宗首席大长老，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昆仑宗，中原地区的宗门以玄天宗为首，而西北地区的宗门以昆仑宗为首。虽然都是当地的第一宗，但玄天宗真的比不上昆仑宗。昆仑宗？魏宏远都傻了，苏子涵的师兄竟然是昆仑宗的吗？他怎么不知道？魏宏远努力回想，只知道苏子涵的师兄很多，毕竟汝南苏氏也有自己的宗门，而汝南苏氏的宗门除了苏氏自己的弟子，还招收外姓，这些人可以一直留在宗门内，也可以转而进入更高的宗门，所以魏宏远根本不清楚徐渊什么的，他都不敢在玄天宗面前嘚瑟，又怎么敢在昆仑宗面前蹦跶？魏宏远冷哼一声，决定自己给自己个台阶下。哼，行，今儿个认识你了，还不赶紧关门？门子一惊，连忙关门。他们主子都不敢惹的人，他们敢惹吗？那自然是不敢的。于是大门关上，跟魏宏远一起做缩头乌龟。师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受了这么多委屈，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当年师兄离开汝南苏氏，什么也没说，也没提及去处，纵使子涵想联系，也联系不到。师兄怎么就突然离开了呢？提起当年的事情，徐渊脸色微红。为什么突然离开？还不是知道了苏子涵要和魏宏远成婚的事情。当初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犹如五雷轰顶，因为实在受不了，几乎是知道信息当天就收拾东西离开了这个伤心的，自然也就没留下什么消息，导致大家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娘，你快看，这个大叔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可真有趣呀！啊，这会儿又变得惨白了，我的天，这比红绿灯都精彩。好在魏楚夜给的镯子没收走，苏子涵心中默念，还好其他人听不到。不过这并不妨碍魏思瑶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打量徐渊。不过可惜了，徐渊知道娘的事情的时候，娘已经去世很久了，大周也陷入了一片战火，皇帝爷爷发疯，乱臣贼子趁机起事，渣渣爹失踪。徐渊想找人报仇都找不到，只能将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在作乱的贼子以及进攻大周的魔族身上，最后被魔族用计谋派了个人假扮成娘，趁着徐渊杀疯了，一杯毒酒灌下，昆仑宗的剑神最终被魔族炼成傀儡，做了杀戮机器，血洗人间。越是听，苏子涵便越是触目惊心。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不幸最后只会连累自己，连累子女和家人，谁想竟然连师兄也未曾幸免。师妹合离之后过得还好吗？很好，让师兄挂念了。哎，你我之间说什么客气话，只要你过得好，师兄也就满足了。只是你可曾……徐渊突然欲言又止，明明刚才还在好好的说话，这会儿又闭上了嘴巴，憋到最后才道：可曾再想找……师兄，这样的话切不可再说。虽然可以再嫁，但我心意已决，不想再提及这样的事情。孩子们还小，我想亲自抚养他们长大，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见苏子涵疾言厉色，徐渊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没松到底，便又提了起来。师妹不想再成婚，那自己还有机会吗？徐渊有些垂头丧气。魏思瑶眨了眨眼睛，看出了徐渊的颓然，虽然不能当爹爹，但这么优秀的人可不能放过呀。
于是他从苏子涵怀里挣扎下地，扭头跑到徐渊面前。大叔，我是八荒阁宗主，我聘请你做八荒阁的客座长老，好不好？宗主，徐渊有些想笑，奶团子才2岁，也就比他膝盖高点，这么个豆大点的娃娃，竟然是一门宗主。师妹在前，徐渊憋住了笑，十分给面子点头。当然可以。怕不是过家家。不过既然师妹的女儿想玩，那他奉陪便是。反正以他首席大长老的地位，即便是昆仑宗的宗主都得随着他。魏思瑶随即低头开始翻他的储物袋，然后拿出一大堆吃的，什么点心、豆包、酥酪、灵兽乳汁。这是赏你的，好好干，干得好，长俸禄。好。徐渊快笑疯了，师妹的女儿真是可爱，竟然还得长俸禄，哈哈哈，有趣。哈哈，思思送了这么多东西，我呀也给你点回礼好了。徐渊庄拿出来一堆好东西，土甲龙、万年灵乳、九曲灵参、大个头天元果，这些东西无论哪一件都是世间难得，只露出来都会招来别人的贪婪和觊觎。然而徐渊却毫不犹豫地送给了魏思瑶。苏子涵都惊了，想要推辞，但徐渊却坚持给。至于魏思瑶，自然收，人家给了就是他的啦，哈哈哈。思思，你该叫舅舅，还有舅舅还要回宗门，没时间帮你打理你的八荒阁。有时间，师妹，我有的是时间。反正也是过家家，毕竟总不可能真的让一个2岁的娃娃当宗门的宗主吧，也不现实啊。娘亲，大叔说他有时间，那我们现在就去。魏思瑶拉着徐渊就往外走，徐渊乐呵呵，见苏子涵还想说什么，连忙摆摆手阻止。师妹不用管，思思交给我就行了。师兄不会是误会了什么吧？末将见过八荒阁宗主，宗主请。宗主小心些。宗主请让末将护送您进宗门。咋的？全国扮演过家家呀？不然为什么他昆仑宗长老的身份竟然还没有一个奶娃娃香？徐渊有些郁闷，直到他真的看到一座高大华美的牌坊，上面写着3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八荒阁。徐渊啊，这来真的吗？宗主，这大门您还满意吗？宗主，皇上吩咐，只要您有不满意的，咱就立刻换。宗主，小心地上的石头，别硌着宗主的脚啊。好，很好，各位叔叔们也都辛苦了，以后八荒阁的丹药，本宗主给你们便宜点，就打个85折好了。众人激动万分，谢宗主。宗主人美心善，谢宗主。八荒阁定能成为大周的希望，谢宗主。徐渊彻底妈了，这个宗门竟然真的有各种宫殿，而且各个区域也都划分得很完美，什么炼丹堂、净室、演武场、藏书阁、剑锋等等，这么齐全的吗？感觉已经不像是过家家了，感觉这里就是一个真正的宗门啊。哎呦，思思小郡主，老夫已经牵来了好几头的稀有妖兽，全都放到了贵宗门的御兽园了。老身也带来了几头稀有的妖兽，一起放在御兽园了。老夫也是。魏思瑶满意点点头，那就去看看。一行人跟着魏思瑶去了御兽园。徐渊看到满园子的妖兽，他眼睛都直了。哦呵，这满园子的极品妖兽是什么情况？就这些妖兽，即便是昆仑宗也不可能全部拥有啊！这些人就算是为了陪着魏思瑶玩过家家，也不至于拿这么多好东西来吧？徐渊彻底震惊了，他思索了一下，低头看去，只见这些不亲近人的高冷妖兽们，竟然齐齐围在魏思瑶身边。有的妖兽因为太高，够不着矮矮的魏思瑶，干脆直接变换成缩小版的形态。而后徐渊就看到一个一个的 Q 版妖兽，拼了命的往奶团子怀里钻，一边钻还一边拼命贴，简直不要太谄媚。大家都很喜欢小宗主，那我们就放心了。对，放心了。池莲圣母和郑玄上人对视一眼，彼此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青云大比上，他们可都看得清清楚楚。七星堂的神兽凤凰多了一根尾羽，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小丫头养了1年就增进修为了。这种好事，他们怎么能放过？所以宗门里所有珍藏的牛逼妖兽全都弄过来，全塞到魏思瑶的宗门里。虽然不能每天贴身跟着魏思瑶，但能沾一点好处是一点不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在自己宗门已经无法再提升了，留在宗门也是浪费，所以全都拿出来。哈哈哈，小宗主全靠你了，你就是我们的最强御兽师。既然你们送过来了，那我问问，以后这妖兽算谁的？啊，这一个问题把所有人都问懵逼了。3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本来是冲着占便宜来的，但即便奶团子只有2岁，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占便宜的。3个人看看魏思瑶肉乎乎的、可可爱爱的、笑眯眯的小脸蛋，瞬间觉得这小丫头精明着呢。于是池莲圣母和郑玄上人皆看向青阳真人，他们决定跟青阳真人走，他怎么表态，他们也怎么表态。青阳真人抽了抽嘴角，心里骂了这2个人一句，这才笑着开口：这妖兽自然是算……怎么办？完全送给魏思瑶，他们还有些不舍得。
那这样吧，妖兽还是算你们的，但你们要送吃的、喝的、用的来给妖兽用，还要派人来管理、饲养。只是地方是我出的，我也不能1分钱不要。待妖兽下了小崽子，那就是我八荒阁的了，怎么样？下了再给你，那完全可以呀。毕竟妖兽这玩意儿是很不容易生崽子的，尤其等级越高、修为越高的妖兽生崽子越难啊。也就是说，魏思瑶帮他们养到最后，可能1只崽子都捞不到呢。想到这里，3个老东西揭露出满足的表情。好，就依小君主的意思。谁说孩子不好忽悠的？瞧，都不用他们忽悠，自己就把自己忽悠进去了，哈哈哈。3个老东西正偷着乐呢，只见魏思瑶低头冲这些变小了的小可爱们低头耳语了几句，而后这些妖兽便齐齐扭头，一口气冲出御兽园，消失无踪了。偷着乐的3位笑声戛然而止。我操，为什么全都跑了？还能回来的吧？青阳，你说还能回来的吧？青阳真人想到自家那只到现在还未回宗门的凤凰，默默抽了抽嘴角。啊，这还真不好说。放心，出去溜达溜达就回来了。说着，他回头看向走过来的黄玉。那接下来就去炼丹堂看看吧。黄玉点点头，带着魏思瑶扭头就走。人前的独一圣手还是很唬人的，态度严肃，一脸傲气，就算是昆仑宗的徐渊，他都没放在眼里。徐渊，这人谁？哪来的底气这么傲慢？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神农宗的独一圣手，竟然对魏思瑶这么好，这么亲切，为什么呀？徐渊皱了皱眉，而后想到了唯一的可能，这货一定心悦师妹。对，一定是这样，所以才爱屋及乌对思思这么好。这个男人这是想跟他抢师妹啊！不行，师妹是他的宝贝，上次就是给了魏宏远，才害得师妹生活坎坷。这一次他谁都信不过，谁都不给。思思，舅舅报。对，舅舅就这身份，就甩独一圣手是条街，他可是跟苏子涵十分亲近的人。剑修，最近是不是觉得剑气隐约有些乱窜的迹象？劝你少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啊！这是他们可以听的吗？话说这位剑修，你平时都在想些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徐渊，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不过，看在你是舅舅的份上，这瓶丹药送你了。周围的人看直了眼睛。嗷，独一圣手亲自给的丹药，那一定是超级极品的好东西。嗷，竟然不要钱白给呀！舅舅的身份真是管用啊！徐渊本想让黄玉羡慕嫉妒恨一下的，谁知黄玉没反应，反而是周围的人看着他的视线满是闪闪的光芒。舅舅，身体吃得棒棒的，将来才能……魏思瑶适时转移话题，才能好好的。关于未来不可说，毕竟天道这玩意儿小气得很。然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已经通过心声散布出去不少消息了。天道就冲你还活蹦乱跳，都不该说他小气。徐渊有被魏思瑶暖到，他终于明白别人说的闺女都是小棉袄是什么意思了。思思小宝贝在担心他呢。舅舅吃得棒棒的。对，大叔吃。很快，一行人走到炼丹堂。神农宗的弟子每月都会过来炼丹，我偶尔也会过来。另外，我还可以帮你们培养丹修，这都不是问题。独一圣手亲自来培养的吗？颍川3大宗门的人立刻露出羡慕嫉妒恨的表情。苍天啊，小郡主，他们这些老家伙能不能也加入你的八荒阁呀？真的是羡慕哭了，有没有？那什么，小宗主啊，老夫想跟八荒阁搞一个交流活动，就是咱们宗门的弟子啊，可以互相交流，互相进步嘛。我们也想跟贵宗门交流一下，共同进步。怎么办？他们昆仑宗也很想交流一下啊。我们八荒阁还没开始招人呢，抱歉呢，至少3年内不太可能了。主要就算招来了，也没啥可交流的，大家修为都太低，怎么也得修炼好了之后再交流嘛。没事，我会好好督促大家修炼的，好好修炼。八荒阁招收新弟子的事情，我们来办。对，人品、资质、修为，全都交给我们。3个人齐齐拍着胸膛，总之老夫以后任由差遣，如果小宗主不拆迁，那他们就主动做，全包圆的那种。魏思瑶乐呵呵地放下心来，心道：行，你们能全都办了最好。到时候你们可以跟我大哥二哥商议。放心吧，小宗主。一行人又参观了几个地方，魏思瑶这才满意的带着徐渊离开。大叔可还满意我的宗门？徐渊都妈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一开始只以为是过家家，没想到竟然都是真的。姐，你厉害！回到家，奶团子就扑进了苏子涵怀里。我回来了，八荒阁我看了，可以开始招收弟子了，娘和哥哥们也可以搬过去了。好，这下好了，终于有理由离开这里了。虽然已经和离了，但住得近就是不爽。魏宏远经常就会上门捣乱，真是见一次烦一次。这下搬去八荒阁甚好。
苏子涵着手准备搬家的时候，魏宏远也结束了禁足。当他立在齐王府大门口的时候，目光却看向了隔壁的公主府。自己不能出府的时候，却听到了隔壁太多的热闹。瞅瞅人家苏子涵跟自己和离了，孤身一人，无比舒坦，两个儿子还如此优秀，就算那个毫无修为的魏思瑶都成了一门宗主。魏宏远嫉妒吗？那自然是嫉妒死了，想想就难受。魏宏远越想越不甘心，既然苏子涵不肯见他，那他就去找这两个孩子。荣轩，这一招你讲一讲。荣轩，这一篇你再给讲一讲。荣轩，给大家分享一下进阶金丹期的感想吧。被挤在外面的魏宏远啊，这咋的？连他堂堂齐王都看不到了吗？身后的小厮刚想张嘴提醒这些人齐王来了，魏宏远却抬手制止了，而后扭头看向四周。他下意识去寻找魏子轩，终于被他看到坐在角落里死命读书的年轻人。子轩，他走上前去，魏子轩抬头便看到了亲爹魏宏远，对此他有些惊讶。这个亲爹真的从来没有主动找过自己，印象里他看自己的目光皆是厌恶和鄙夷的，然而现在亲爹望过来的目光却是满含着激动和喜悦的。魏子轩，您老人家喜悦个屁呀！他瞥了一眼，低下头继续努力念书。大哥现在的风光就是他的未来，所以他一定要努力用功读书，然后像大哥一样被人围在中间，备受追捧。这才是他应该享受的美好人生。被无视的魏宏远竟然也没有恼怒，要知道，若是换了以前，他若是被这个废物儿子无视，一定会恼羞成怒的。但是现在不会了，他学会了忍。魏宏远陪着笑走上前去。子轩，父王来看你了。魏子轩勉强抬头看了他一眼，无情道：已经和离了，不是父亲了。我们没有父亲，只有母亲。魏宏远抬起手来想打，然少年一动不动，目光坚毅，死死盯着他，搞得魏宏远抬起来的手竟然怎么都落不下。哼，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变化呀。魏子轩的眼睛里满是讥笑。以前不是非打即骂的吗？以前不是指着我跟大哥的鼻子羞辱的吗？以前不是毫无顾虑的想无视就无视的吗？现在怎么都不敢打了呢？齐王殿下，你不觉得现在的自己有些可笑吗？你魏宏远气得浑身哆嗦，可是儿子说的也没错，以前的自己根本没把这两个孩子放在眼里，但是现在他知错了，他后悔了，他想把两个儿子接回王府，这么优质的天赋，理应是继承王府的才对啊。他忍不住道：子轩，回来吧，回齐王府，你将来就能继承王府。子涵的封号是公主，这公主只能给魏思瑶，你们什么都得不到的。齐王府，算了吧，齐王府还有什么呀？不过是个空壳子罢了。魏宏远气疯了。而此时魏荣轩也破开人群走了过来，众人看到齐王纷纷行礼，魏宏远回头便对上了魏荣轩漆黑沉稳的眸子。不知为何，魏宏远心里突然咯噔一声，即便是对着魏子轩，他都不会有这种情绪，只有魏荣轩这个儿子太安静了，安静到谁都猜不透他心里的想法，乃至连他对上魏荣轩的眼睛都会有些害怕。魏宏远能怎么办？他只能放下身段，笑着迎上前去，做事就要抓住魏荣轩的手。荣轩。魏荣轩不动声色地避开了父亲，淡淡道：参见齐王。说完行了君臣礼，跟别人一样。这样的疏离和冷漠让在场所有人都一愣，魏宏远更是好像被架在了火上烤，备受煎熬。对，得行礼。魏子轩看到大哥的行动，这才好像想起来什么，也行了君臣礼。魏宏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他准备了那么多话，甚至都没来得及说出口，而两个儿子已经用行动将他堵死了。荣轩，你何必如此？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齐王当初抛妻弃子的话说得敞亮，我等自然要成全。言外之意就是人是你抛弃的，现在怎么还有脸回来要？你魏宏远已经被魏子轩气过一次了，现在魏荣轩一开口就把他气了个半死。再看看这两个儿子，一个面无表情冷若冰霜，一个嬉皮笑脸等着看他的笑话。魏宏远还有什么不明白？他屈尊降贵的想把儿子们找回去，可人家根本不想跟他们回去。好，我就看看苏子涵将来能给你们什么。苏子涵什么都给不了，就算是公主她也不姓魏。你们不是坚持吗？行，到最后看看到底是谁将来会一无所有。直到这一刻，魏宏远还十分不服气，他恶狠狠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就像看着两个仇人。魏荣轩淡然开口：母亲能给的自然比王爷多。说完叫上魏子轩。子轩，走了。二人扭头离去，完全没把魏宏远放在眼里。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但也都没说什么，毕竟齐王和苏子涵的事情，京城还有谁不知道的。许是觉得大家都在笑话自己，魏宏远只能恼羞成怒离去。两个优秀的儿子不肯跟自己回去，而王府里现在剩下的儿子就只剩下一个卧病在床的魏锦成。魏宏远冷落了魏锦成好几个月，现在终于确定自己能指望的或许只有这一个他瞧不上的半废不废的孩子了。至于彩梨的孩子，这不还没生呢吗？男女都不知道，更别提修为了。不过魏宏远并没太期待，毕竟青楼女子修为也不高，生下来的孩子又怎么可能是天才？思来想去，魏宏远决定还是得继续帮魏锦成。去把本王养的鱼弄出来，给锦成补一补，好好养养身子。管家得了令，赶紧领着人去后院的池子里捞鱼。然而管家带人捞了好久，都没看到一条鱼。
这一条鱼也没有啊！捞鱼的仆从脸都白了，这些灵物他们见都不可能见，现在却一条都捞不到，怎么回事啊？仆从这么一说，管家的脸色都白了，他赶紧夺过渔网，亲自下去打捞，在捞了10几次依然空网之后，他也白了脸色。不好了！不好了！齐王养的灵鱼都没了，都没了！管家大惊失色，赶紧向齐王汇报。什么？灵鱼全没了？是啊，主子，老奴捞了很久，真的一条都没看到啊！魏宏远气炸了，好好的在王府里，怎么可能养的鱼没了？那些鱼又不会飞。他恼羞成怒，走进后院，试着自己下网捞，果然一条都没有。恼怒之余，他突然想到和离分家的时候，忍不住怒道：肯定是苏子涵把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些废物，好好的家业都看不住，竟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让苏子涵把好东西都拿走了！管家连连摇头：没有啊，王爷，老奴记得清清楚楚，娘娘走的时候送过来的各种单据上，根本就没有灵鱼这一条啊！娘娘甚至连池子里的水都抽走了3/4呢，但是唯独这里的鱼没动过。没动过？怎么可能？这么好的东西，苏子涵会不拿走？除非……魏宏远猛地一顿，突然间想到了什么。管家显然也想到了，在一边颤巍巍道：除非河离之前这里的鱼就没了。苏子涵！魏宏远气得破口大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一定是苏子涵把这里的鱼都吃光了。怪不得这女人能晋升金丹期，怪不得魏荣轩和魏子轩能这么优秀，原来是吃了自己的鱼。最让人生气的是，吃了鱼之后，这一家4口还拍拍屁股走了，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不行，这口气不能忍。魏宏远想也不想，直接去了隔壁。不过他学聪明了，没走正门，他翻墙进去的。哈，这下谁都拦不住自己了，爽！苏子涵，苏子涵！门外再次传来暴怒的声音。齐王魏宏远怒气冲冲走进来，怒道：本王书房后面池塘里养的那些鱼呢？苏子涵，齐王府你管家，你告诉本王养的那些灵鱼呢？魏宏远要气疯了，那些鱼都是花重金弄来的，为的就是养大了给魏锦城和魏婉慧吃。这次锦城走火入魔，想着捞几条给锦城补，结果到了一看，池塘里连根毛都没有，啥都不剩啊！他快气疯了，自己辛辛苦苦饲养那么久，苏子涵竟然偷偷在家里偷他的灵鱼，气死他了！灵鱼早就吃光了，不过伦家还有留下那么一点点，一会儿翻出来还可以再炖个鱼汤喝。艾玛，渣渣爹，你来的真是时候，不然人家都快把这些鱼忘掉了。奶团子舔着嘴巴，苏子涵听到心声这才想起，不过这都多久前的事情了？魏宏远才发现鱼没了。此时宁国长公主正在苏子涵这里做客，看到齐王这个样子，立刻怒道：这里是你的齐王府吗？给本宫到外面去跪着！皇姑姑的威严下来，魏宏远都傻了，他没想到魏将也在，只能尴尬的退后一步，撩袍子行礼。得，瞅瞅，在别人面前像个鹌鹑似的，怎么就处处欺负娘呢？诅咒你，诅咒你，诅咒你以后骂娘一回就遭雷劈一回，白显灵。奶团子竖起一根手指，念念有词，谁都听不明白，但魏宏远却明显感觉到身体有些麻酥酥的，而且鬓角的碎发好像竖起来了。什么情况？姑姑，你不知道，他这个主母没当好，他肯定在家偷吃本王的鱼。话还未说完，青天白日咔嚓落下一道雷，不偏不倚，正好劈在魏宏远脑袋上，顿时把人炸成了非洲小黑人。魏将都惊了，慕容羽倒是低头看了看魏思瑶，而后揉了揉他的脑袋。齐王要崩溃了，又觉得没面子，因为是在苏子涵这里遭雷劈的，他便又怨上了苏子涵，于是开口继续骂：苏子涵，你这个……齐王府上空雷声轰隆，一道接着一道，不知道的还以为丽姐呢。魏思瑶挠头，和离了还要上门闹，不然劈死算了，一了百了。总之跟这个渣渣也没什么好说的。众人都吓了一跳，谁都没想到这雷还能一道接着一道落。劈了好几下之后，魏宏远再也熬不住，啪叽砸在地上，最后还是齐王府来人把他抬出去。这个混账，和离之后还来找你的麻烦吗？看我回去怎么向皇兄告状。苏子涵深吸了一口气，告状好，长公主你一定要多多告状，某些人真的看一眼都烦。对了，本有事想跟你说，但是被这人一打岔，我竟然给忘记了。魏将一脸的恨铁不成钢，但还是道：思思的八欢阁什么时候开啊？我想和夫君一起过去住一段时间。他总觉得慕容羽跟魏思瑶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好很多。以前魏思瑶年纪小，慕容羽又是男子，不好进出后宅。现在思思自己开宗门了，正好他们夫妻俩一起进去。当然可以，听说很快就能修缮完毕，到时候一起去便是。苏子涵对长公主印象不错，二人又聊了一会儿，魏将这才转身离去。至于隔壁的某些人，管他死活。儿啊，你放心，只要这王府只有你一个儿子，你父王就得过来看你。魏锦城一愣，扭头看向柳如云，可彩离那个贱人马上要生了。柳如云笑笑，若是生不出来呢？母子俩对视一眼，皆露出了笑容。
若是生不出来，王府就依然只有他一个子嗣。魏荣轩和魏子轩再厉害，那也已经不是王府的子嗣了。房间里传来滴滴的笑声，而此刻彩礼闲来无事，又跑到隔壁去串门。姐姐，给我绣的，怎么样？在满春堂，连妈妈都觉得我绣的好看呢。都快生了，还到处跑什么呀？苏子涵看了看彩梨的肚子，心道怕不是就这几天了。嗨，我就是出来走走。说着，他看向魏思瑶，要是肚子里这个能像小郡主一样就好了。魏思瑶看了眼彩梨的肚子，啊，这好吧，不是妹妹，应该是弟弟。不过他是不会说的。绝对是弟弟。苏子涵，啊，这一不小心听到了呢。彩梨又坐了一会儿，这才扭头离开。魏思瑶看着他的背影思索了一下，还是追了上去。彩梨，女人诧异回头，便见奶团子将小胖鸟塞到了他的怀里。这个给你用，能保护你安全。这一只鸟还能保护他安全？彩梨的修为不过是炼气期，而且也没系统学过，顶多算野生修士，所以很多东西他不懂，也不明白这只鸟的作用。他只当魏思瑶是好心，小孩子就是这么可爱的存在啊。好，我听小郡主的。说完便嘻嘻哈哈离开，也没当回事。然魏思瑶的声音却在背后悠悠响起：生之前最好一直跟齐王待在一起。彩礼原本还算不错的心情倏地一沉，再回头却看不到魏思瑶的身影了。小团子应该已经跑回去了。彩礼一时间心里有些七上八下。这段时间柳如云看起来都老老实实的，一点反应没有，这会儿不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吧？他决定听魏思瑶的，不过他要瞒过柳如云的眼睛。于是他便假借着担心齐王为名，挺着大肚子亲自在身边伺候。然而这消息却并没有告诉柳如云，也就是说柳如云还以为他待在自己寝宫安胎呢。至于齐王这里，反正也不用他怎么伺候，有的是婆子丫鬟，他只要坐在一边跟齐王说话就好。彩丽，是这几天吗？是的，王爷。很好很好，你一定要给本王生一个天才儿子才行，一定要比苏子涵的儿子还要厉害才行。魏宏远像是着了魔一般喃喃自语，彩丽听得微微蹙眉，他还真不想要儿子呢。蹙眉的时候，虾人也端来了彩丽的保胎药，有一份还是苏子涵给他的，他才要接过来喝，却被魏宏远身边的御医拦下。御医嗅了嗅这碗汤药，不好，这不是保胎药，这是堕胎药。什么？魏宏远大惊，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立刻坐起来，盯着御医手里的药碗。你确定？王爷，老臣确定。如果王爷不放心，可以再请其他的御医过来查看一下。好，那就再找御医，不过一切给我私底下进行，切不可被人察觉。魏宏远这次终于学聪明了，没有大张旗鼓的行动，而是按耐下来不动声色。见底下的人出门而去，他才扭头看向彩梨。是谁不肯放过陈家的孩子？这可是王爷您的子嗣啊！旁边的婢女连忙安抚。哎呦，娘娘，您可不能哭啊，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呀。这话说出来，彩梨更难过了，当场绷不住落下泪来。魏宏远心疼地握住她的手。彩梨，本王一定查清楚到底是何人所为。说完，起身下床，吩咐自己人私底下暗自查访，力求不惊动任何人。齐王府彻夜通明，即便是在低调行事，柳如云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丝异样。姑娘，怕不是彩梨那边出事儿了？最好是。柳如云心满意足，至少这样自己的儿子就是王府唯一的男丁了。那就要恭喜姑娘了，咱们还没动手呢，那边先出事儿了。奶娘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只能说真是天助我也，分分钟就出事儿了，哈，很好。然而他们正盯着外面偷着乐的时候，却看到魏宏远带着人匆匆朝这边走来了。王爷来了。王爷已经好久没来过了，上次来还是来打他的，现在王爷突然来，一定是想起自己来了。王爷。柳如云满心欢喜迎上去，然而迎接他的不是魏宏远的爱惜与笑脸，而是冷漠和无情。走！一声令下，魏宏远身后的人在屋子里一通翻找，柳如云脸色立刻变了。王爷，王爷，你这是做什么？他冲上前去想要抓住魏宏远的袖子，却被魏宏远猛地退到一边。滚！王爷！柳如云崩溃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小厮很快搜到了一包毒药，看到药的那一瞬，柳如云的脸色猛地一变。这怎么会？这要是他打算明天一早用的，所以暂时没有收起来，而是放在箱子底下，准备一早拿出来用的。谁知王爷突然来，根本没来得及收起来。柳如云，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王爷，我没有，不是我。不是你，这包毒药是怎么回事？柳如云，本王待你那么好，你竟然如此恶毒，要害本王的子嗣。柳如云想解释，可是现在不管怎么解释，一切都看起来苍白无力。冤枉，假的，哈，魏宏远绝对不会再相信了。他扯过柳如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揍。柳如云，你这贱坯子，下贱坯子！魏宏远气疯了，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而柳如云竟然下药，他竟然下药。而此时跟着彩礼离开的小胖鸟也飞了回来，将那边的情况嘀嘀咕咕地告诉了魏思瑶。奶团子的眼睛倏地就亮了。行啊，彩梨这么勇的吗？
没有的事儿都直接搞出来了，这是栽赃陷害呀！虽然不光彩，但是很爽啊，有木有，哈哈哈。魏思瑶要乐疯了，他只是提示了一点，彩梨就能做到这般地步，真不愧是你呀，彩梨。而且现在看来，彩梨比上辈子的战斗力更强，至少他对付娘的时候可没用过这样牛逼的手段。娘，看热闹，走走走。魏思瑶第一个跑出去，余下娘几个一脸无奈的跟上。于是墙头上冒出一个一个的脑袋，当大家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即便是苏子涵都恶狠狠道：活该。魏思瑶趴在墙头，看着那边的动静，嘴角却缓缓扬起一个弧度。大哥，好机会呀，大哥！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趁人病要人命。魏荣轩扭头看着奶团子，小娃娃笑嘻嘻的，怎么看怎么粉雕玉琢的可爱，红嘟嘟的嘴巴却一张一合，说道：外面的人不是都骂娘亲故意掖着藏着，不显露出你跟二哥修为的事情吗？是时候该让大家知道坏人是谁了。彩礼这一招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柳如云作恶多端，自然趁着这个机会将他所有恶毒的事情都爆出来最好。魏荣轩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是能说妹妹跟他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他抬手揉了揉妹妹毛茸茸的脑袋，宠溺一笑：交给哥来。齐王府的小妾给王妃娘娘下堕胎药呢。我的天哪，这么恶毒的吗？为什么？好像是不想让王妃产下子嗣，这样他那个儿子就是唯一的子嗣了。哎呀，太毒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众人瞬间议论起来。而这只是个开始，流言这玩意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来变去的。起初只是关于柳如云毒害正妻子嗣的流言，传着传着就又变了。哎，听说了吗？这小妾呀，一直妄想做正妻呢。当初新月公主就是被他挤兑走的。听说了，好像说她10几年前就跟齐王在一起了。这小妾还是新月公主的表妹呢。汝南苏氏把她抚养长大，还给她丹药修炼，她就是这么报答人家恩情的，真是恶心死我了。哼，忘恩负义的东西，一看就是白眼狼，是这个小妾害的。这当初啊，他借着二人关系亲近，一直给这个表姐下毒。哎呦，这个毒可歹毒了，能让女人生下来的孩子全都不能修炼。我的天哪！听到这个消息，聚在一起的百姓们一个个都无比震惊，却又无比愤怒。我就说啊，齐王有修为，新月公主又是汝南的修仙世家，怎么可能连生3个孩子都是废物啊？这概率也太高了吧？就是，我当初也怀疑呢。你怀疑个屁你！前几天你还一起帮腔骂新月公主呢。人群叽叽喳喳讨论起来，眼看着楼要歪，人群里一个人影微微晃了晃，迅速把话题拉了回来。委屈了新月公主了，她一定在齐王府受了很多委屈。这个柳如云简直不是人呐！齐王也有问题好吗？就这么傻乎乎的被人给下毒，3个孩子都毁了，还偏要宠爱这个下毒的坏女人，脑子有病吧？众人继续声讨齐王和柳如云，而那个人影还在继续带节奏。一时间，苏子涵的形象立刻高大起来，而某些人的形象嘛，总之已经完全没有形象了，哈哈哈。路边抱着糖葫芦啃的魏思瑶笑嘻嘻地盯着路边嚼舌根的路人们，心情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大哥办事就是效率，哈哈哈，就是不知道这些风声什么时候能传进渣渣爹的耳朵里。走，回家。好的，小郡主。他带着魏思瑶扭头离开。至于魏宏远，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消息。此刻的他犹如当头棒喝，这才察觉到所有的一切真相。怎么会？真相怎么会是这样？真相怎么会是这样？他一直把这一切怪罪在苏子涵身上，他一直觉得都是苏子涵的错。可现在外面那些人说的话，明显错的是柳如云，是柳如云这个毒妇。如果不是他，自己怎么会错过2个如此优秀的孩子？怎么会？魏宏远崩溃地抱着自己脑袋，无声惨叫。王爷，您来了。魏宏远抬头盯着柳如云，一直盯了他许久，直到盯得柳如云心里发毛，男人才淡淡道：收拾一下吧。柳如云心中一惊，王爷，这么晚了，做什么？送你出府。王爷！柳如云红了眼睛，眼泪啪嗒啪嗒往外掉。魏宏远，这是要赶他走？苏子涵出府的时候，好歹还有一封和离书，而自己呢，一句话就完了。王爷是信了外面的话吗？王爷，如云跟了你这么久，我是什么人？王爷您不知道吗？外面的人说些闲话，您就信了？如云委屈啊。如果是以前，魏宏远肯定还会怀疑一下，但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在一起发生了。先是2个废物儿子突然出类拔萃，而后秦师竟然是魏荣轩，更郁闷的是魏锦成才是那个废物，而后一件又一件，一桩又一桩，所有的事情串联起来，魏宏远几乎想明白了一切。为什么下毒？自然是想让自己的儿子上位啊。魏宏远狠狠地闭了闭眼睛，他已经想明白了因果，所以态度也变得尤其强势。来人，
给如云收拾东西。王爷，眼看着哭诉无用，柳如云一咬牙，王爷赶我走可以，但请王爷允许我带着锦城和婉慧走。娘娘马上生产，王爷不再需要他们俩了。我这个当娘的，见不得他们俩受委屈。呵，休想！孩子谁都不能带走，他们生下来就姓魏，一辈子都姓魏。竟然没用。本想借着孩子哭一哭，王爷就能留下他，谁想王爷铁了心要赶他走啊！可如果没了孩子，自己又是什么母凭子贵？没了孩子，自己什么都不是。柳如云发疯一般尖叫：不行，不行！王爷，那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魏宏远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他将一切的过错归到了柳如云身上，而后冷漠无情地摆了摆手。立刻有粗使婆子拥上来，他在漆黑的夜色之中，从后门被丢出了王府。柳如云崩溃大哭：王爷，你忘记当初的海誓山盟了吗？王爷，你说一辈子只爱如云一个人呢。呜呜！黑暗之中，苏子涵缓缓走过来，立在柳如云身后。表妹，这就是你费尽心机也要得到的一切吗？表姐是来看我笑话的。哈，对，她就是来看笑话的。她想看看柳如云豁出一切去爱的男人到底值不值得。现在看看明白了，不值得。也就是说，在魏宏远心里根本没有什么一生挚爱，都是假。柳如云，你也没什么特别吗？哦，不，你也特别的丑陋。说完这句话，苏子涵笑了笑，突然觉得一切都释然了。他恨魏宏远，觉得他欺骗自己，觉得柳如云背信弃义，枉费自己对他那么好。现在看看，哈，全都是个笑话。你比我惨多了。丢下这句话，苏子涵转身离开。就算是儿子，你也要告诉王爷是女儿。婆子一惊，王爷若是发现了，哼，发现不了。彩梨笑笑，拿出一粒药丸，这丹药堪比大能的障眼法，不会有人察觉的。这是他好容易弄到手的，为的就是今天。儿子不要也罢，当女儿也挺好，省得被某些人惦记。再说柳如云虽然走了，府里不还有一子一女吗？等孩子生了，他就去找新月公主修炼去，带着孩子一起，而将来王府里的一切纷争都将跟他毫无瓜葛。我知道了。接生的婆子认识彩梨，自然听她的话。很快，产房里便传出婴儿的啼哭声。魏宏远听到如此洪亮的声音，几乎要乐开了花，不管不顾地冲进去。是男是女？一定要是儿子，而且一定要很优秀，至少要比魏锦城优秀，比魏子轩优秀更好。若是能有魏荣轩的天赋，那简直更好。魏宏远满心激动，然而现实却犹如一盆凉水，兜头浇落。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是个小郡主。魏宏远一愣，显然有些不相信。他一把掀开孩子的包被，果然是个女儿。魏宏远叔弟恼羞成怒：彩梨，你！他想骂人，然而刚产完孩子的彩梨异常虚弱，眸子撑开一条缝隙，冷冷地望着他。这道视线落下来，却让魏宏远一惊，莫名想到生了3个孩子的苏子涵。每次苏子涵生产，他也一样在外面着急等待，每次生下来，他也是第一个冲进去，问一句：有修为吗？当时怎么样来着？产婆也是这样摇头，而他做了什么呢？咒骂、失望、暴跳如雷。再然后呢？再然后，苏子涵就走了，带着孩子离开了自己。魏宏远深深闭了闭眼，最终微微一笑：不急，彩梨，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说完，他便扭头走了，没再多看这母女一眼。彩梨冷笑一声，她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苏子涵走得那么干脆了。可苏子涵能离开，自己却没办法。3教9流，青楼女子本就是贱籍，她能嫁进来做王妃已经是难得，若是离开了，只能做回贱籍。她不想回去，尤其现在还有了孩子。我看看孩子。她接过孩子看了一眼，缓缓开口：娘为你争取到了新生，以后的路你自己走。不过不怕，娘送你去新月公主府，你要好好的跟着思思小郡主。她努力了一辈子，能摆脱贱籍已经是重生，至于以后交给儿子吧。此时彩梨生女的消息也传到了魏锦城的耳朵里。柳如云走了，他没有太多反应，毕竟打从他离开柳如云的怀抱，进入齐王府的那一天，他就知道娘亲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叫了苏子涵10年的母妃，心里更清楚他的娘可以是任何人，所以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依旧是齐王府唯一的男丁。公子，你可要挺住啊！姑娘虽然被赶走了，但姑娘临走前交代老奴，让老奴一定伺候好公子，您就放心吧。魏锦城面无表情，只道：婉慧呢？婉慧王爷单独养在院子里，找了娇妻嬷嬷教导，连老奴也不能轻易得见呢。闻言，魏锦城不再说话。公子，你躺了这么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啊。魏锦城笑道：很快，很快就能好了。魏锦城说着闭上了眼睛，而一切也如他所说一般。夜半时分，那些被魏宏远赶走的御医和丹药师们又都回来了，魏宏远也亲自来了。所有的药再次熬上，魏宏远甚至还弄来了鲮鱼。明明府里鱼池里的鱼都没了，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总之喝完鱼汤，魏锦城就好多了，走火入魔伤到的根基和经络也在一天一天恢复。
而被赶出家门的柳如云却在这一晚消失得无影无踪。姑娘，马车已经准备好了。苏子涵抱着魏思瑶上了马车，直奔庄子。庄子在都城之外，路上经过一片僻静之处，然走着走着，马车却猛地陷入了一道深坑。怎么回事？苏子涵蹙眉下车，往轮子下面一看，果然见马车其中一个轮子陷入了地上的泥坑里。马车内，魏思瑶眯起眼睛打量着两边的树丛，只见大树遮天蔽日，林子里飘荡着一股子阴气，有点奇怪哦。苏子涵冷不丁听到女儿的心声，当时心中一紧，他干脆利落出手，利用自己金丹期的修为，猛地把深陷地下的车轮拔了出来，而随着车轮一起被带出来的，竟然是一头黑线的虫。这玩意儿只有3品，但因为藏在地底，极难对付。这群人里面只有苏子涵修为最高，他赶紧祭出长剑应对，然而黑线地虫一击不中之后便猛地缩了回去，只留下地上一个硕大的坑洞。苏子涵见状，倏地一阵后怕，如果不是女儿的心声，今儿这里就得出一条人命。奇怪哦，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黑线地虫不是应该出现在更人迹罕至的地方吗？姑娘，这好像是有什么人故意引来的黑线地虫。苏子涵脸色一变，立刻踏上马车，道：走。走？往哪里走？林子里突然响起嘶哑的声音，紧接着一道道人影突然出现在马车周围，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苏子涵看到来人便皱起眉头，来人穿着一身黑袍，五官被一张丑陋的面具遮盖，根本看不到脸。魏思瑶打量着面具，心道这面具他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各位，我们只是路过。苏子涵一脸警惕。为首的男人哼笑一声，我们为了抓住这条黑线地虫布置了3个月，你们一来就把它放跑了，老子让你们赔。放肆！你知道这是谁的车架吗？苏大婆子满头冷汗，但还是忍不住出声呵斥，为的就是能吓退这些人。这里修为最高的就是苏子涵，金丹期，然而对面的人里至少有3个金丹期，根本打不过。既然注定必输无疑，还是要想办法先护住苏子涵和魏思瑶。然而对方根本不买账。老子等着虫子救师弟的性命，既然你们放跑了，那就拿命偿还吧。苏子涵也能感觉到对手的强大，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死死地抱住魏思瑶。现在立刻传讯，不知道师兄是不是能立刻赶来。他现在唯一能联系上的，近在眼前的人就只有身在八荒阁的徐渊了。想着他偷偷捏了个传讯符，然而才一松手，便被外面的人打落。他们还想叫人？师兄，宰了他们！若是黑线地虫弄不到，师弟也活不了，那就用他们的命来抵命好了。苏子涵想着，实在不行就豁出去拼了。然他还未动，怀里的奶团子便挣扎着露出脑袋，看向面前的人，脆生生：黑线的虫又没跑，你们凭什么杀人？嘶嘶！苏子涵大惊，想要把人抱回来，魏思瑶却泥鳅一般滑出去，直接叉腰站在了马车外面。见自己被一个奶团子质疑了，那个戴鬼面具的胖子嗷嗷大叫：哈，你个没牙的东西，你知道黑线地虫是什么吗？怕不是见都没见过。怎么没见过？黑线地虫无头无足，浑身漆黑，隐藏地下，以腐蚀为食，平日里也会抓活物，咬死后拖进地下，待到腐败之后再吃，是不是？几个男人面面相觑，谁想一个2岁的娃娃竟然还真的知道。为首的男人又道：既然你知道，那你是否能抓住这虫子？师兄，他才多大？你让他抓虫子，岂不是等于让一个还没断奶的娃娃开宗立派？这简直太可笑了！依我看，这些不过都是他们的缓兵之计，还是赶紧杀了算了。胖子是坚决不信魏思瑶能抓到黑线地虫的，他只痛恨这些人放跑了这虫子，害得他们师弟莫要吃，只能等死。魏思瑶也不管，只盯着胖子：你们是地母宗的，你们开宗祖师是个要饭的，对是不对？几个人齐齐一惊，没想到这娃娃竟然能看出他们的来路，毕竟他们这个宗门很少在外面走动。你这个胖子最喜偷吃，你现在身上还装着你们宗门乞讨来的粮食，那明明是要大家一起分着吃的，你小子吃独食！胖子，咱能别说了吗？胖子瞬间凌乱，更要命的是他的师兄弟们都齐齐看着他，面具后面的眸子里是藏都藏不住的怀疑。你们别信他的！他赶紧摇头，然大家明显不信，藏吃的，这胖子是个惯犯了。胖子快懊恼死了，扭头死死盯着魏思瑶，然奶娃娃根本不惧，还在一边道：你们祖师还跟我要过饭呢！闭嘴！为首的男子有些恼怒，好歹是他们宗门的师祖，岂能让这个黄口小儿在这里胡说八道？你若是能捉到，就赶紧捉，别耽误我们时间。你们让捉就捉吗？你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岂不是太掉价？你！为首的人恼羞成怒，激起灵气强攻过来。苏子涵吓了一跳，连忙护在女儿身前。然魏思瑶却只是轻轻抬起一根手指，点在苏子涵后背。苏子涵只感觉到一股强大又苍劲有力的气息倏地传入4肢百骸，他甚至都没动，攻过来的人便被震飞出去。师兄！几个人都惊了。苏子涵这个刚踏入金丹期的人，根本不可能是大师兄对手。地母宗的人瞬间警觉起来，
而此时魏思瑶勾了勾小手指，地洞里面消失掉的黑线地虫竟然又勾勾压压的爬出来，无比驯服的盘在魏思瑶脚下。什么？地母宗的几个人都看傻了眼，谁都没想到如此难抓的东西竟然会被一个奶团子如此轻而易举的抓到。比起地母宗的震惊，苏子涵更震惊，刚才打飞那些人的灵气绝对不是来自自己的，而是来自女儿魏思瑶。思思不是没有修为吗？不，或许有修为，修为太强悍，强悍到让人无法察觉，就会产生没有修为的错觉。难道他的思思并不是什么废物，而是比荣轩还要厉害的天才中的天才？苏子涵立刻兴奋起来，他看着魏思瑶，眸子里满是感慨。而围在马车周围地母宗的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自己可能踢到了铁板，再看看盘旋在魏思瑶脚下的黑线地虫，这几个戴着面具的修士以领头男子为首，竟然齐齐给魏思瑶跪下了。不知小道友是哪里的高人呢？八荒阁。八荒阁是个什么宗门？从没听过呀。只要小道友肯把黑线地虫交给我们，改日我们一定上八荒阁登门道谢。现在不是继续纠缠下去的时候，师弟等着这玩意儿救命，而且他们又打不过这个奶娃娃，所以还不如干脆认怂。见他们态度还算不错，魏思瑶点点头，将黑线地虫丢给了这几个人。几人正欲离去，远处一道人影却踩着飞剑疾驰而来。师妹，你们没事吧？徐渊来了。他处理完八荒阁的事情，回到新月公主府，这才知道娘俩出门去庄子上了。他又踏着飞剑赶到庄子，才知道二人根本没来。许渊算了下时间，确定一定是路上出事了，这才沿着大道一路寻找，终于被他找到了。看着这些戴着面具鬼鬼祟祟的人，许渊呵斥一声，当场记起飞剑。舅舅，没事了，让他们走吧。哼，以后别让我见到你们。是。地母宗的人得到黑线地虫，立刻齐齐扭头狂奔离去。师妹，你没事吧？没事，师兄，我们上车再说吧。三个人坐进马车，继续往庄子里走。黑线地虫，这玩意儿十分罕见，而且属于不正不邪的物种，还能拿这个救人？徐渊表示不理解，不过单修的玩意儿他不懂，毕竟他是个剑修。回来去八荒阁问问独一圣手，想必他知道怎么回事。师妹，这个要怎么做？徐渊的声音响起在不远处，魏思瑶抬头看看，见一代剑修徐渊化身庄家汉子，娘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先放一边吧，师兄歇歇吧，这些事情让别人来做。没事，我不累，我是修士，不吃不喝不睡都没有问题。魏思瑶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而后默默开口：这个徐渊果然喜欢娘。四小只齐齐点头，说得太对了。说得太对了。突然想起在身后的声音，把几个小家伙吓了一跳。三花更是竖起浑身的毛，撕心裂肺地喵了一声，撒爪子跑得无踪无影。魏思瑶啊，我的猫咪好容易摸到的。他恨恨回头，看见黄玉对他笑眯眯。小徒弟，听说你已经2岁多了啊？不是，这位不是独一圣手吗？独一圣手不是很忙吗？为什么总是会突然出现？奶团子眸子里是满满的嫌弃。来的路上从路边买来的。看到烤地瓜，奶团子的眼睛终于亮了，他笑眯眯地接过地瓜，顺便往旁边挪了个地方给黄玉。独一圣手，这娃娃是准备让他一起偷看吗？不过算了，看就看，反正也没事干，而且跟徒弟拉近感情什么的才是大事啊。于是堂堂独一圣手烤地瓜，一边啃一边强势围观。这人修为不低，比我高。出窍期的剑修几乎可以横扫一国，而他只是元婴期的单修而已。不过若是要论下毒的话，就算是出窍期的剑修也不是自己对手。他正想着，奶团子在一边呼着地瓜，缓缓道：再厉害，一粒毒药都能放倒。果然没看错，这丫头就是为了独一圣手这个称谓而生的呀。心里激动，但面上还是要装一下的。你说到为师心坎里去了。奶团子啃了一口地瓜，商量下，从此咱们做朋友怎么样？独一圣手，咋的？突然就做朋友了？从你3个月就看好你了好吗，小徒弟？你哪里对我不满意吗？黄玉都惊了，是他哪里表现的不好吗？你看我现在是八荒阁阁主，我们八荒阁将来是要征服四海八荒的，做不了你的弟子。黄玉都无语了，心道丫头你才2岁，野心倒不小，还他妈征服四海八荒，你知道四海八荒都有啥不？然想到最后他自己又笑了，如此雄心壮志，真是好样的。可独一圣手的名头只有你能继承啊。黄玉也铁了心了，独一圣手只能是魏思瑶，别人都不行啊。这么看得起自己吗？魏思瑶耸了耸肩膀，她长得小，肉乎乎的，耸肩的样子竟然尤其可爱，看得黄玉很想把她抱进怀里。没事啊，不耽误我将来继承你的名头，放心吧，我一定把你的名头发扬光大。黄玉啊，这啥承诺都没有就把自己的名头继承了。
孩子读医圣手不光是个名头，还要继承的，比如他手里的各种医药典籍，还有各种毒药典籍，甚至还要修炼提升的，单修就是单修，可做不了渐修之类的。但黄玉觉得自己现在就算什么都说了，好像也没用，你不能指望一个2岁的孩子像个大人一般明事理，什么都能说得明白。想到这里，他决定搞点私心，比如说从现在开始就先把魏思瑶培育成一个单修什么的，那以后怎么来，不就全是他说了算了吗？这本丹药古籍只有神农宗内部弟子能看，本尊先给你看看如何？魏思瑶眨巴着大眼睛，默默道：大叔，你哪只眼睛觉得我会识字？笑容都快维持不下去了啊！计谋无法得逞了，这丫头若是不识字的话，连书都看不了啊呀！但黄玉不想放弃，这么好的徒弟不能便宜别人。他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办法好解决，于是他张嘴便从第1页开始：古今灵植皆可入药，或为人大补，或有剧毒，现以书注大补灵植，为我宗门弟子所用，炼制丹药，力图飞升。不讲武德，怎么还读起来了？但不听白不听，对他有没有什么损失？金灵子是可以炼制高阶丹药没错，但是炼制之前要把金灵子的毒性先化解掉，这样炼制出来的丹药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不然炼制出来的丹药吃得少还没什么，若是吃得多，会对木属性的修士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你这里不对哦。奶团子小嘴巴巴巴，黄玉却直接听愣住了。在他们神农宗，金灵子制作的丹药是坚决不会让木属性的弟子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这玩意儿木属性的弟子吃多了不好，但谁都没想到这个原因是因为金灵子的毒性，而且这个毒性还能化解。金灵子有毒？我们研究了上千年，金灵子应该是无毒的呀。毕竟就算是木属性的妖兽也会经常吃金灵子。如果木属性的妖兽都吃的话，那不就证明其实金灵子没什么危害。所以在神农宗以外的其他宗门，大家也给木属性的弟子吃金灵子炼制的丹药，只是目前还没发现什么严重的后果。黄玉的脑袋急速旋转，至于神农宗不给木属性弟子吃，也是出于严谨而已。奶团子盯着黄玉肉乎乎的脸蛋，十分认真的摇头叹息：你不行啊！咋的？分分钟就被一个小丫头片子给否定了，而且这货还是他原本打算收做徒弟的人。嗷呜，真的好生气呀！黄玉嘴角抽搐，做了这么多年毒医圣手，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否定自己。但他毕竟是丹药师，骨子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关于丹药的一切，于是他压下了心中的不爽，反而十分真诚地开口询问：金灵子怎么去除毒性啊？简单，丹药炼制成功之后，滴上2滴云顶之上沾染了天地灵气的露水。露水？黄玉皱了皱眉头，思考了一会，突然豁然开朗了。金灵子克木属性，然而水生木，克了去的木属性不就可以补回来吗？而且还不会影响药效。你可真神啊！黄玉惊喜万分，恨不能立刻给魏思瑶来个爱的抱抱的。魏思瑶呵呵，那你觉得以你的才华还能当我师傅吗？黄玉说我不配。黄玉捂脸无声尖叫，妈呀，这个奶团子真的太厉害了，怎么办啊？真的好想直接绑架回神农宗啊！然魏思瑶就像是知道他想什么一般，斜着眼睛冷冷道：别想着把我绑架走，就我徐渊舅舅你就打不过。黄玉他抹了一把脸，忽而道：那商量一下，你收我为徒怎么样啊？啥？咋的？死都不肯放过他是吧？奶团子彻底无语。黄玉却很是悠哉从容地往地上一坐，干脆也完全的放飞自我了，问：徐渊喜欢你娘，你怎么想？你跟一个2岁的娃娃谈这种话题真的好吗？没想法，娘开心就好。反正命运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娘和离了，还带走了孩子们，他们一家只能越来越好。娘抱。黄玉远远看着，突然想到了一个不错的点子。如果不能收徒，那就换个思路，给他当爹好了。黄玉默默给自己点了个赞，而后起身正色，整了整身上的衣服，再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把折扇，啪嗒甩开。这声音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而后黄玉便笑眯眯地摇着扇子，自诩风流倜傥地走过来，冲苏子涵微微行礼：见过新月公主。苏子涵怎么突然觉得今天的黄玉一点都不高冷了？黄玉笑眯眯，他这个人本来长得就好看，因为常年炼丹，在炼丹房不见光，皮肤养得白嫩细腻，且没有渐修一身的杀气，气质温文尔雅，没了平日里的高冷，平易近人起来的黄玉简直就是一位儒雅暖男。魏思瑶看看黄玉，再看看徐渊，我这里还有一些神农宗培养的灵芝种子，属于优质品质，就送给新月公主种植吧。说着，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一包种子递过去。苏子涵愣了一下，还是笑着接过，并道：钱我会名人送上神农宗的，仙尊这边请，咱们坐下歇一歇。啊，这还要给钱的吗？不是说了是送的吗？黄玉挑了下眉梢，但也没多说什么。娘娘，外面有几个衣着古怪的人求见，还是二丫带来的。二丫不是在丹药铺子帮忙吗？现在过来是铺子里出了什么事？他放下魏思瑶，挥挥手叫人进来。很快，几个粗壮的汉子便走了进来，
苏子涵一看到几个人戴着的面具，便知道这些人就是路上遇到的那什么地母宗的人。他忍不住蹙眉，思思已经把黑线的虫给他们了，为什么又找上门来？苏子涵还没等出声，二丫便拉着颜志毅扑通一声给苏子涵跪下了。公主殿下，谢谢殿下，若不是您，我也等不到爹爹，也不可能父女重聚。苏子涵有些惊讶，但不明白他们父女二人重聚，地母宗的人来做什么？还真是为了救颜志毅啊！我记得颜志毅最后做了地母宗的小弟子，好像地母宗这么大一个宗门都没个炼药的，他路上遇到妖兽，差点死掉，是地母宗救的他，救下来之后，他就一直为地母宗炼药，而地母宗的人也帮他找孩子，只是颜志毅后来受重伤，没挺得住死掉了，结果现在还活着，只能说你是遇上我了，哼哼。听到女儿心声，苏子涵这才明白一切，这都是你们父女之间牵绊太深，跟本宫无关。这功劳本也不是苏子涵的，非要感谢思思还差不多。公主，宋真，我的命是公主救的，女儿的命也是公主救的，甚至我们家门遭遇的不幸和冤屈，都是公主帮忙伸张的。刚小的跟师兄们商议了一下，决定留下来为公主炼丹，以后小的就是八荒阁的炼丹师。他身后的人也道：对，反正我们地母宗一直没有药师也没事，所以留不留他都没所谓。不过我们信得过新月公主，师弟就拜托给公主殿下了。几个人也齐齐跪下，行礼过后便转身离开了。余下颜志毅对苏子涵越发恭敬了。那好，八荒阁丹药铺就交给你了，本也是你们家的产业。颜志毅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起身带着女儿离去。魏思瑶拍手鼓掌，很好，八荒阁的丹药铺子终于能售卖自己产的丹药了。毕竟货架上的丹药有神农宗的，有颍川三大宗的，就是没有他们八荒阁的。不过现在有啦，哈哈，好爽！魏思瑶开开心心道：“娘，我出去玩了。”去吧。父王。好利索的魏锦城过来拜见魏宏远，齐王上下打量着这个儿子，点点头。修为提升上来了吧？这回魏宏远弄来了很厉害的丹药，吃了能让人修为突飞猛进。魏锦城不但大好了，修为还提高了。是。现在炼丹期顶层，随时都可以进阶。很好，你去南间吧，最好在南间进阶。外面的人现在不都嘲笑他的儿子是废物吗？说什么魏荣轩和魏子轩才是天才，呸！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是天才。儿子知道。魏锦城能不知道魏宏远的用意吗？二人虽然不是亲父子，但是性格却有点像，一样的斤斤计较，非得争到好处才行。父王，儿子去南间了。魏锦城扭头离去。新月公主府大门口，魏思瑶抱着小狐狸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眸子看向隔壁的大门。奇怪，已经很久没见到魏晚会了，这姑娘哪儿去了？正想着，他便看到魏锦城从齐王府踏了出来。此时的少年面色更冷，眸子也更阴鸷了。看到他在门口坐着，魏锦城竟然还能冲他微微一笑，淡淡颔首：“妹妹，还是少坐在地上，凉。”啊，这修为竟然提升到炼气7顶层了呀！这是马上要进阶了吗？奶团子眼睛一亮，见魏锦城的马车远去，连忙跳起来抓住安木的手：“跟上，跟上！”小君主，不行，要先跟公主殿下说一声。行的，行的，我回来再向母亲讨伐，先跟上。乖乖，进阶之后的灵气搓成丸子，哈哈，那样人家就又多一粒丹药了，哈哈，羊毛不好白不好。魏思瑶心情愉悦。至于魏锦城为什么突然修为暴涨，管他呢，他只在乎那个小丸子，啦啦啦。今日三国的弟子，还有颍川三大宗门的弟子都要过来交换学习，你们就这样迎接客人？我大周的脸面都要被你们给丢光了！众人连忙站好，安静等待。三国的国君他们笃定，大周皇帝绝对私藏好东西，既然查不出来，那就送人过来直接学好了。至于颍川三大宗门，因为就在大周境内，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这不正是跟魏思瑶亲近的机会吗？为什么玄天宗的人也来了？有人认出了红绫，一起去参加青云大比的官员有认出红绫的，不免齐齐蹙眉。这个人不是筋脉寸断变成废物了吗？当初下了擂台，红绫还要下黑手，不知道是谁出手了，若不是怀纯子护了一下，红绫就没了。哼，人家可是玄天宗的得意弟子，就算是人没了，也得给救回来，懂吗？玄天宗的得意弟子会让他这么容易变成废物吗？就算真的出事，人家玄天宗也有本事就回来，毕竟独一圣所在的神农宗地位都不及玄天宗的。不过他为什么还敢来啊？那谁知道啊，可能为了弄明白当初下手的是谁。这次红绫跟着来，怕不就是来找茬的吧？大家嘀嘀咕咕，眸子已经将所有人都看了一遍。红绫今天的态度还算不错，没有往日的嚣张跋扈，而是嘻嘻一笑。见过祭酒大人。李文林看到他就眼皮抽搐，
这女娃娃的个性不好，十分难管，而且跟他们的弟子魏荣轩还有过节。玄天宗是不是故意的？故意弄了这么个人来？原来都是客，诸位里面请。他能说什么？只能笑脸相迎。不过路过魏荣轩身边的时候，下意识道：“你离红菱远一点。”话还未落音，红菱的声音便自背后响起：“荣轩师兄，可以劳烦你带我参观下大周南间吗？”魏荣轩不喜红菱，便微微蹙眉。他回头扫了一眼，恰好看到人群里瞪着大眼睛望过来的徐文苑。徐文苑是颍川3大宗天宝山的弟子，他一直乖乖地跟在池莲圣母身后，刚看到魏荣轩便忍不住多看了2眼，谁知竟然视线相对了。他愣了一下，随即红着脸移开视线，低下头，继续做出一副认真乖顺的样子。大嫂也来了，哈哈哈！艾玛大哥，你可真有福气，上辈子跟你大嫂那么坎坷，这辈子竟然还能做同学，做同学最好了。艾玛，青梅竹马，你侬我侬。声音太清晰了，清晰到魏荣轩立刻红了耳根，他下意识左右张望，想看看魏思瑶到底藏在哪里偷看。然而他的反应却如实落在红菱眼睛里，这位骄傲的小公主眼睛一亮，脸上不自觉带上笑容。魏荣轩害羞了吗？因为自己跟他说话了。哎，这人还真是纯情啊！越是这么想，红菱就越开心，最后甚至都忍不住得意起来。而此时，魏荣轩也找到了躲在南间大门口时狮子后面的魏思瑶，他身后还跟着安木。奶团子正从石狮子的阴影下往外张望，甚至盯着徐文苑的脸流口水。魏荣轩真的突然就破防了，尴尬变成了笑意，忍不住就笑出来了。啊，被大哥看到了！魏思瑶对上大哥的视线，非但没有尴尬，反而冲大哥嘻嘻一笑，别提多灿烂了。笑完了，他又伸出肉嘟嘟的指头指了指不远处。大哥，魏锦城来了，他要进阶了。他冲红菱冷冷颔首，失陪一下。说完走向魏思瑶。锦城，你身体好些了？让大家挂念了，好了，而且马上就能进阶筑基期了。什么？筑基期？这么厉害？你就是个天才，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明明青云大比的时候还只有炼气期5层，后来走火入魔，以为人肯定完了，谁想并没有，修为不但没有退步，反而还提升了不少呢。众人一脸震惊地看着魏锦城，魏锦城笑盈盈的，将众人的震惊尽收眼底，心情却突然嗨了起来，嘴角抑制不住地扬起一丝弧度。是这种感觉，被人仰视、被人羡慕的感觉，太美妙了，让他十分喜欢。也没有，只是碰上了这次机遇，大家一定也会有的。魏锦城把魏宏远给他的丹药全都算作机遇，轻飘飘的一句话，让人更加羡慕了。啊，机遇啊，可遇而不可求呢。宋明几个人围在魏锦城身边，叽叽喳喳。现在整个南界的人都围在魏荣轩和魏子轩身边，这些家伙全部都是没底气、随风倒的玩意儿。当初忘了怎么巴结你的，哼！盖宇忍不住低声吐槽，回头看看那些往南间走的背影，更是狠狠啐了一口。魏锦城的眸子暗淡了几分，心情也不怎么美妙了，但他嘴上还是道：“哥哥们天赋比我高。好了，我们进去吧。”总之，问就是不想多提这2个人。另一边，魏荣轩把魏思瑶抱到了怀里。大哥，奶团子笑嘻嘻地抱住魏荣轩，一双眼睛亮晶晶的。来找大哥玩，绝对不是为了继续搓个灵气球。魏荣轩无奈笑笑。好，不过不可到处跑。奶团子重重点头。魏荣轩抱着他往里走，跟魏愁几个人会合。是思思。魏愁眼睛一亮，哈哈大笑。嘿嘿，思思，堂哥抱抱，哈哈。魏思瑶嗤之以鼻，他对胖子不感冒，小嘴一撇，谁都不爱。魏愁都无语了，想到最后，干脆直接催动灵气，很快就变成一个丹凤眼小帅哥。而后笑眯眯冲魏思瑶张开双手，奶团子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开开心心的扑进了魏愁的怀里。所有人，思思妹妹真的好现实啊！哇，好帅啊！楚月月眼睛一亮，死死盯着魏球，直接脱队，故意放慢脚步，等到魏球一行人追上自己，而后笑眯眯的对魏球道：“师兄，我叫楚月月，是七星堂的，你是哪个宗门的？”周围李盼妹、李念妹、魏荣轩、魏子轩皆瞪大了眼睛，眸子在2人身上移来移去，移来移去，这明显有问题啊！思思，你心声呢？你倒是说啊，我们很想听啊！艾玛，怎么办？莫名有一种闯进偶像剧的羞耻感和兴奋感，怎么破？好害羞啊！众人等了半天，只等到这一句心声。魏球满头问号，你害羞个什么劲儿？魏球低头看看魏思瑶，而后摸摸自己的脸，只能说魏球真的不开窍，也可能是年纪小没经历过，大家都看出来这个叫楚月月的不对劲，只有他什么反应都没有，真急死个人啊！楚月月也不矫情，见状也跟着他的目光看向魏愁怀里的奶团子，笑道：“这是你妹妹吗？好可爱，粉雕玉琢的。你好，我叫楚月月。”妈呀，这萝莉姐姐真的太开朗，人太好了。思思，魏思瑶。奶团子笑哈哈，露出标准的小白牙，岳楚楚给逗笑了，又问他：“你哥哥叫什么呀？”堂哥，魏球。魏思瑶毫不顾忌地把魏球卖掉了。总之，打包卖，未来嫂子赶紧下手啊，手慢无哦。
岳楚楚心里开心坏了，终于问到帅哥哥的名字了。刷哥哥叫魏球，而且是小妹妹的堂哥。他还想再问，但又想了想，好像问太多不太矜持的样子，扭头道：“魏球哥哥，等会找你玩。”说完，摆摆手跑了。李盼妹酸溜溜道：“这里这么多人，为什么只问你名字？因为堂哥帅。”魏思瑶肯定点头，毕竟催动灵气之后的魏球真的很有古风帅哥的潜质，很帅很帅的。宗学田达看了魏球一眼，满头问号，好好的干嘛突然瘦身？啊，对了，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对你讲。魏球顺手把魏思瑶塞给了魏荣轩，然后扭头跟着宗学田达走。在他消失不见，魏思瑶的心声终于响起来了。所有人听到动静立刻竖起耳朵认真听，这是什么心声？完啦，堂哥要完啦！传说中的妻管严，哈哈哈！本来要等到堂哥24岁以后才能见到嫂嫂的，可惜，提前啦！都是青云大比闯的祸，谁让咱们大周突然牛气了呢？听到想听的，众人顿时对视一眼，心情瞬间就稳了。证实了，准兄弟媳妇儿。大嫂呢？大嫂呢？魏思瑶挣扎着从魏荣轩怀里跳出来，落地，扭头在人群里寻找，直到找到徐文苑的身影。楚月月什么的不用自己担心，这个长得像个小萝莉的妹妹十分主动，魏球绝对会被拿下，根本不需要自己帮忙。不过大哥就不同了，两个人都是温吞吞的性子，拖下去急死人了。奶团子找到目标，迈开小粗腿狂奔而去，然后假装左脚绊右脚，跌进徐文苑怀里。徐文苑吓了一跳，还以为怎么了，这不是魏思瑶吗？魏荣轩的妹妹。想到魏荣轩，他忍不住脸蛋一红，下意识左右寻找，果然看到追着过来的魏荣轩，他一紧张，连忙起身。在我这里。魏荣轩本来挺冷静，挺内敛一人。结果被青云大比上那家人催婚闹的，现在一看到徐文苑就会觉得不好意思，总之就是很尴尬。谢谢。那个还给你。徐文苑把魏思瑶递过去，搞得跟递书包似的，好像他魏思瑶并不是个人。啊！他叫了一声，惊得徐文苑一哆嗦，而后手一滑，魏思瑶往地上掉去，这让徐文苑和魏荣轩都吓了一跳，二人连忙上手抓住魏思瑶，等发现的时候，才看到两个人竟然挨得很近，手指贴着手指，肩膀碰撞在一起，气息互相交融，吓得徐文苑立刻松开手。而后弯腰道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我。徐文苑更加慌乱无措了。魏荣轩抱紧魏思瑶，看着他慌乱无措，像一只仓鼠的样子，忍不住也笑了笑。他笑得很浅，唇角微微扬起，看得徐文苑呆了呆。思思，你没事吧？没事，我好好的，不怕摔。童言无忌，徐文苑却直接红了脸，喊了一声抱歉，扭头捂着脸跑了。哎，当初为了大哥死都不怕的人，现在竟然会因为看到本尊面色通红，害羞到逃跑，你是多喜欢我大哥呀？奶团子摇头叹气，却没发现自家大哥的耳根又一寸一寸的红了。这边发生的一切，自然也落进了魏锦城的眼睛里。这位失去了亲生母亲，好容易爬回现在这个位置的男孩子，眼底隐藏着深深的嫉妒和恨意。他看看魏荣轩，再看看抛开的徐文苑，眸色微沉，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景涵，你这次一定要早些进阶，无论如何一定要比魏子轩快。对，依我看，那两个人根本没你厉害，这次好好挫一挫这两个人的锐气。魏荣轩成了天才，本就让几个人心里不爽，现在魏子轩马上进阶筑基期，众人更是十分不服，而马上进阶的魏锦城就是他们的希望，若是锦城提前进阶，他们一定要去笑魏子轩的。哼，什么东西，修为高有屁用，不进阶就什么都不是。魏锦城淡淡道，这种事不好说，一切随缘吧。见魏锦城的态度更佛系了，几个兄弟们倒先眼红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先是壮志踌躇的青云大比上，魏锦涵不但没有荣誉而归，却被某些不入流的人抢了风头，而后又是走火入魔风波，现在好容易养好了，魏锦城又能意气风发了，却比以前更佛系了，这都是那两个人逼的。宋明几个人看向魏荣轩和魏子轩，眼底的厌恶越来越浓，而不知道是不是被察觉了。总之，魏荣轩怀里的奶团子突然望过来，突然竖起一根手指指着他们，这奶娃娃在做甚？做法。奶团子竖起食指，晃来晃去，嘴里念念有词，倒霉。好好走着的魏锦城突然一个踉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哦呵，成功了，哈哈哈！人家的金手指一定是心想事成。奶团子嘻嘻一笑，满意的收回目光。你没事吧？是不是还没好利索？今天这么多人，没有课。宗学，我们先带锦城兄进屋坐会儿吧。宗学徐涵也十分担心这个弟子，点头道：你们都去吧。是，宗学。这货这么弱的吗？明明已经练气7巅峰了，怎么就是不进阶？啧，什么狗啊！魏思瑶惦记着魏锦城进阶收他的进阶灵气搓团子呢，结果这货迟迟就是不进阶呀，一连去了南间半个月，把魏思瑶无聊到死。人家上课他只能睡觉，结果在课堂上睡得太多，导致回家睡不着，半夜3更大家都在呼呼大睡，只有他瞪着一双大眼睛，无聊到看天花板。扭头看，小胖鸟还有小雪球也都睡了。魏思瑶叹了一口气，决定明天不再去南间了。
第二天一大早，魏荣轩照例去接妹妹，奶团子却趴在床上一副困倦的样子。他下意识冲魏荣轩摆摆手：“大哥，不去了，不去了。”最近天天都缠着他们去南间的人，竟然主动提出不去了。魏荣轩点点头：“不去就不去呗，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完，带着弟弟照例去南间。二位公子，请留步。皇上请二位公子进宫。另外，奴才进去接一下思思小郡主。还要去接妹妹？什么事儿啊？魏子轩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下意识看向魏荣轩。魏荣轩淡淡道：“看看再说。”不一会儿，刘内监牵着魏思瑶走出来，几个人登上马车，往皇宫的方向而去。他们直接去了书房议事厅。此刻议事厅里站着不少人，左右丞相以及6部尚书。魏楚业面色难看地坐在龙案后面，见几个人进来，这才下令：以后汝南郡王和芙蓉县王一起进宫早朝。所有人都愣了，一起进宫早朝？朝臣们低声议论着，眸子在兄弟二人身上转来转去，最后落在了魏思瑶身上。2个兄弟来早朝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3岁的娃娃？老十二，这2个孩子出息了，都能来参加早朝了。魏宏远的脸色有些难看，但是扔出去的儿子泼出去的水，收拾收不回来了，他干脆也不去看，省得心里面不舒坦。总之，他相信魏锦成一定也是十分优秀的，绝对的。不过为什么还要带着个小的来早朝呢？魏达七满脸疑惑，比起2个孩子参加早朝，显然对魏思瑶的疑惑更大。龙座之上，魏楚业满目威严，眸子却死死地盯着魏荣轩，他不敢做太多动作，只能以眼神示意。魏子轩搞不明白什么意思，还以为皇帝爷爷眼睛有毛病，正想着回来让严志生过来给皇帝爷爷瞧瞧，谁想大哥已经先站出来，弯腰行礼发言了：“能得皇上赏识，为皇上分忧，这种机会，臣和臣弟万分珍惜。只是恳求皇上能允许思思一并上朝。母亲身体不太好，我们想为母亲分忧。”啊，你们新月公主府是穷到连个照看孩子的下人都没了吗？还用得着你们分忧？然而，就是这么拙劣的借口，却让魏楚业眉开眼笑。瞧啊，他就知道这个孙儿是个聪明的，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魏思瑶能来朝堂上朝。魏楚业心里乐开了花，面上还有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新月公主身体不适，刘内监等下了朝找个太医去给子涵看看，另外再把朕司库的灵餐赐给新月公主，好好补一补。自己一个女子带孩子也不容易。此刻所有人，新月公主是自己一个人吗？听说府上的人不少都是从汝南苏氏调过来的呀，但大家也就只敢想想，一个字都不敢说。上朝带着孩子像什么话？那什么刘内监让永乐小郡主坐在朕的身边，别累着朕的2个臣子。刘内监乐呵呵点头：“是，陛下。”刘内监接过魏思瑶，把奶团子安放在皇帝的龙椅旁边。皇帝爷爷还乖好呢，知道站在下面无聊，还特地把人家接上来看热闹。奶团子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眨巴着往人群里张望。倒是这纯真的童言童语，让魏楚业老脸一红。可思思真是个好宝宝，可惜你皇帝爷爷动机不纯，真的不只是为了让你上来看热闹的。主要最近朝中局势有些不对劲，魏楚业派出身边的人暗中出去打探情况，然而派出去3个人全都杳无音讯，这让魏楚业心中顾虑起来。如果连大内高手都无法解决，那只能说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了。所以他想到了奶团子的能力。总之，思思靠你了，新生一定要多来一些啊。好了，继续，刚说到哪里了？幽冥16州战事平定，镇远大将军送来捷报，陛下，是否宣镇远大将军回京啊？龙椅旁边，3岁的奶团子眨眨眼睛。幽冥16州的战争竟然打了2年多之久，不过还好镇远大将军赢了，就是不知道那2个人他是否注意。不过既然赢了，应该是注意到了吧？诸位爱卿，觉得镇远大将军什么时候回京比较好啊？皇上，微臣认为现在不是让镇远大将军回京的最好时机。镇远大将军离京3年，在幽冥16州深得民心，而且还手握重兵，陛下不得不防啊！来了！朝局永远都躲不过的套路，但凡手握重兵的，都将会遭到猜忌和嫉妒。天子嫉妒，朝臣猜忌，而后把有能力的大将军咔嚓掉，等到将来再想用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出一个能用的人，这下场还用想吗？妥妥的团灭的节奏啊！魏楚业听完暗暗点头，宋琦却以为皇上在附和自己的话，顿时心中一喜。胡说！李大人一直忠心耿耿，对陛下绝无二心。3年前就曾冤枉过李大人，现在又要重来吗？哼，怎么？你是说陛下冤枉李大人了吗？那人闻言一惊，连忙跪下喊冤。然而宋琦咄咄逼人，一副要声讨李元贞的样子。此刻，一直沉默的太子魏如期却跪下了。父皇，儿臣以性命担保，李大人绝无二心。一时间，大殿之上再没有人说话，魏楚业的眉头却微微皱起。太子为什么要替李元贞求情？难道真像情报里搜集到的，他们2人有结党营私之嫌疑？既然皇兄开口替李大人说话，
那儿臣也相信李大人是无辜的。他的话说完，朝堂之上顿时一片寂静。谁都知道晋王魏达期是同太子魏如期一伙的，他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更让别人怀疑太子一党跟李元贞的关系。老十二，我就说吧，老八跟太子是一伙的，你还不信？皇位，谁不想要皇位？原以为父皇若是无法晋升金丹期，会很快禅让皇位给太子，结果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好，还晋升了金丹期，这让所有人都明白，短时间内皇位还是十分稳固的，还轮不到太子来做。皇帝爷爷位置坐稳了，反而有些人不老实了。以前皇帝爷爷中了魔气之后，某些人可是开心了很久呢。魏楚业心中一惊，某些人到底是指哪些人呢？李元贞是忠心的，皇帝爷爷如果杀了他，等于将自己的皇位切下来一半送到别人手里。现在幽冥16州已经稳定下来，进攻的魔族退去，正是让给李将军回来的最好时机。有些话必须当面说，皇帝爷爷一要安抚李元贞，二要从李大人嘴里亲口听到幽冥16州的情况再做讨论。魏思瑶有些困了。早朝真的太无聊了，还想看一群人勾心斗角耍心眼子呢，结果平静的不得了，只能说伦家小看了这些玩政治的，面上看过去真的一团和气呢。不过有些人肯定会露出马脚，有时候皇帝爷爷做的太高看不到，说不定那些身份卑微的人能看得一清二楚呢。魏楚业听到这里，当即拍板：来人，传朕旨意，命朕远大将军回京述职，立刻启程，不得有误。这道旨意下来，一个反驳的都没有，大家齐齐弯腰行礼，谨遵皇命。魏思瑶倒是精神一振，在人群里看了又看，可惜这些人都在弯腰行礼，脸朝下，看不到任何表情。突然觉得皇帝爷爷好可怜，做得这么高，却连大家真正的表情都看不到，而且还有些人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搞清楚，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到底吃着谁给的俸禄？奶团子为魏楚业鸣不平，这话让魏楚业心中一阵温暖。你们这群老东西，还不如一个小娃娃。好了，退朝吧。芙蓉郡王，你们两兄弟留下来。众人缓缓散去。魏宏远脸色难看，晋王看了他一眼，又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魏荣轩。魏达期冷笑一声：老十二，你说你要是当上了皇帝，你这两个儿子是不是还会这样对你爱答不理的呢？慎言。魏宏远蹙眉怒斥，心道你还是当哥哥的，说的这是什么话？开个玩笑而已，何必较真呢？哥哥也是关心你，明明是父子，却搞得像陌生人一样。而且你这个大儿子真的很有才能啊，可惜是跟着他娘的，不是跟着你的。魏宏远的脸色更难看了，然晋王却笑了几声，扭头先走了。老十二，别听他胡说，老八连个儿子都没有呢，他怎么能懂有儿子的人的心情啊？这些皇子们只有老八没孩子，虽然府里女人不少，但就是没有孩子，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过你们家这个老大的确优秀，从没有修为到晋升金丹期，就花了2年多的时间吧。燕王忍不住满脸羡慕，他们家儿子不少，但没有一个有魏荣轩的才华。燕王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魏宏远倒是听到心里去了，他心情越发不爽，回去之后就继续督促魏锦成修炼。荣轩，你是皇宫之中唯一跟魔族打过交道的。魔族？2个少年都愣了，还以为皇上爷爷说的会是朝廷的事情，谁知道竟然是魔族。一次是李元贞的家眷遇刺，另一次是藏匿在满春堂的魔族。而青云大比上妖兽的突然袭击，经过几大宗门联合查证，背后多少也跟魔族有些关系。2个少年皆一脸怔愣，尤其魏子轩更是下意识脱口而出：不是说妖兽是魏锦成弄来的吗？二哥怎么会知道这些？奶团子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盯着魏子轩，歪着脑袋满是疑惑。魏子轩瞬间满头大汗，一双眼睛胡乱转来转去，而后心虚道：那什么，是大哥猜测的。是大哥分析出来的呀，大哥真是聪明，崇拜。魏思瑶眨着一双星星眼，看向魏荣轩的眸子里满是崇拜。上书房3个男子集体陷入沉默，魏子轩深吸了一口气，轻轻擦了擦脑袋上的汗，终于圆过去了。魏楚业也擦了把脑袋上冒出来的细汗，为了能让思思像个普通人一般健康成长，他们也是费尽了心思。魏楚业看向魏荣轩：如果可以，你们两兄弟多替朕探查一下民间的情况，尤其是市井百姓的传言之类，不管是什么都告诉朕，朕再派人查证。遵旨。2人行礼，上书房的气氛无比严肃，只有魏思瑶坐在御案旁边，怀里还抱着一个碟子，里面是皇宫里才吃得到的美味糕点。这果子叫什么呀？可真好吃啊，又香又酥又甜。皇帝爷爷真是英明神武，竟然知道要去民间探查。对，多去探查一下，与其在皇宫里听所谓百官的言论，不如多去民间走走，看一看，听一听，老百姓到底怎么说。魏楚业都笑出声来了，能被思思夸奖，那真的是太开心了。
不过南间那边还是要多加小心。如果我是魔族，现在这么多人都来到都城，来到南间，那我一定会去捣乱的。魏楚夜笑声突然就戛然而止了。皇上，我们兄弟二人是见机行事的，毕竟他们就在南间，有什么异常应该能很快察觉。魏楚夜这才放心。皇上，淑妃娘娘说准备好了午膳，有2位公子爱吃的鱼肉。早也没见这么稀罕过大哥，哼！奶团子哼哼唧唧，魏大哥打抱不平。魏荣轩抬手揉了揉妹妹毛茸茸的脑袋，倒也没说什么，只看向魏楚夜。总之，一切听皇帝爷爷安排。好，那就一起去吧。魏楚夜到底还是在乎亲情的，淑妃好歹是2人的亲奶奶，还是要去一趟。是。2人抱着魏思瑶，跟在皇帝身后，直奔淑妃住处。皇上。淑妃微笑行礼，明显能看到她细心打扮过，整个人容光焕发。她看了眼皇帝身后，见魏荣轩和魏子轩也一起跟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荣轩和子轩也来了。淑妃眸子里满是欣喜，尤其看到魏荣轩，就像是看着一件闪闪发光的宝物一般。然魏荣轩的表情却很冷，他抱紧了魏思瑶，淡淡道：“思思，见过淑妃娘娘。”什么叫做打脸？这就是打脸。自己明明没把这个女娃娃放在眼里，甚至都不想看见，谁知魏荣轩宝贝的紧，还非得让魏思瑶打招呼，这是故意挤兑她，嫌弃她无视了魏思瑶这个废物。淑妃老脸一红，心情有些不美妙，但是为了魏荣轩这个大孙子，她还是陪着笑脸，挤出笑容，笑眯眯看向魏思瑶。哎呦，思思都长这么大了。说完，她扭头又去看魏荣轩，话还未说出口，奶团子突然哼哼唧唧道：“咦，我们见过吗？略，老东西，见大哥有修为了，又要上来凑，呸，你是谁呀？不认识。”魏思瑶心里吐槽，面上却歪着脑袋，一脸纯真，好像真的不认识一般。淑妃的脸色顿时红了又白，白了又青，但她也是十分会演戏的，当场转移话题。皇上，别光在外面站着说话了，我们快进去吧，鱼肉凉了就不好吃了。他笑着拉着魏楚夜走进去，而后自己故意坐在魏楚夜和魏荣轩中间。他今天是来修复关系的，无论如何，这个关系都必须修复。魏荣轩这样的天才，怎么能跟着苏子涵？他只能是齐王府的公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淑妃老脸都不要了，扭头就疯狂地给魏荣轩夹菜。荣轩，你尝尝这个，这个好吃。荣轩，你尝尝这个，这个好吃。哦，还有这个和这个。淑妃的筷子忙到飞出残影，直到装满了，然魏荣轩才无比淡定地将妹妹的碟子换过来，摆在魏思瑶面前。当哥哥的态度从容，好像早已经习惯如此。喏，淑妃娘娘交给你的。魏思瑶一撇嘴，哎，心也是挺大的，竟然没有一个我爱吃的。淑妃心里那个不爽啊！当初这小畜生生下来的时候，她就不喜欢这个小废物，又是个女孩子，又是个废物。人家魏婉慧好歹还是个天才呢，你有什么？淑妃狠狠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她现在是为了拉拢魏荣轩，只能忍了魏思瑶这口气，心道：反正这些东西也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爱吃不爱吃有什么关系？然大大的白眼才翻出去，便听魏荣轩在一边附和道：我跟思思口味一样。正努力大口吃菜的魏子轩闻言，也赶紧放下筷子，鼓囊囊的嘴巴哼唧着：我也要。主要说这话的时候也不嫌弃违心。孩子，你嘴里塞得满满的，吃的可不是一般的香啊！有句 MMP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娘娘，不如先问问大家喜欢吃什么，然后老奴再去准备。说着，他努力挤了挤眼睛。今天是拉拢魏荣轩和魏子轩的，千万不能越拉越远啊！嬷嬷的话终于起了作用，淑妃深吸了2口气，终于又露出笑容。那你们几个爱吃些什么呀？他努力不去看魏思瑶，主要怎么看怎么觉得生气，所以干脆眼不见为净。然他越是不想看，魏荣轩越是逼着他去看。思思，告诉淑妃娘娘，你都想吃些什么呢？想吃什么？魏思瑶歪着脑袋，努力把这世上最昂贵的东西都想了一遍。红烧土甲龙、万年灵乳汤、9曲灵参炖赤鸡、大个头天元果。魏思瑶扒拉着手指头报了一大堆菜名，越是听，淑妃的脸色就越是难看。红烧土甲龙，你知道土甲龙是什么吗？那是专门用来寻找天才地宝的妖兽，世间难得罕见的好东西，就算是玄天宗都没有的玩意儿，你上他这里来红烧，别说他淑妃，就是皇宫里都没有，甚至都没人见过长什么样子好吗？再说万年灵乳汤，万年灵乳啊，听名字就知道1万年才能形成的稀罕东西，这玩意儿比土甲龙还要难得，还有9曲灵参、天元果、苍天啊，这些都是弄不到的东西。这个魏思瑶故意点了一大堆弄不来的东西，这是侮辱谁呢？淑妃差点忍不住掀桌，只能说魏楚夜在这里坐镇，她还真不敢怎么样，便只能一咬牙陪笑看向魏思瑶。这个一直被他瞧不上，一直觉得拖累的娃娃，却成了今天不得不重视的对象。淑妃一想到这里，就忍不住呕了一口气。思思啊，这些东西都没有的，不但本宫这里没有，整个皇宫都找不到呢。不然咱们换些有的，比如说土甲龙换成100年的甲鱼，万年灵乳换成鹿乳，9曲灵僧换成100年老僧，
至于天元果……他还没说完，魏思瑶又是一脸嫌弃。这么穷，还请别人吃什么饭啊？后脑勺疼，他觉得自己快要绷不住了。这个小兔崽子，等没人的时候，他一定要撕烂他这张嘴。那这些东西思思有吗？淑妃维持着微笑，嘴上却不饶人的回击。她笃定这些东西魏思瑶也没有，你都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要嫌弃他？淑妃穷嗷嗷嗷嗷。他一脸得意地盯着魏思瑶，心道自己终于扳回一局。谁知奶团子慢悠悠地伸手从储物袋里掏出来一粒天元果，这都没有。淑妃眼睛瞪得像铜铃。我操，这是什么？天元果？吃一颗延寿100年的好东西啊！魏思瑶从哪里弄到的？淑妃想着，眼馋地往前靠了靠。然魏思瑶已经不动声色地将天元果收回去了。别想了，不给你吃。这个小畜生！淑妃忍不住嘴角抽搐。然而魏思瑶就像是刺激她一般，慢悠悠地又掏出了9曲灵参。这个也没有。这可是9曲灵参，你闻闻味道。哎呀，这个灵参的香味啊，一拿出来就闻到了呀。大殿之中果然满是灵参的味道，带着一丝丝泥土的气味，又带着参特有的香气。光闻到味道，就知道这灵参有多好。淑妃眼红得不得了，9曲灵参啊，这玩意儿要是吃一颗，死人都能活过来。她越发兴奋激动。然魏思瑶小手一收，9曲灵参再次被收回储物袋，消失不见了。总之没了。哎，淑妃娘娘连这个都没有哦，我还有这个。魏思瑶扒拉着小手，又想往外掏宝贝。淑妃猛地站起来，一把按住她肉乎乎的胳膊，压抑着心中的不爽和怒火，还得陪着笑脸基础慈祥的表情，一字一句咬牙道：思思这里宝贝真多，本宫就不看了啊。啊，尼玛，这丫头果然就是故意的啊！她到底为什么要跟这个小畜生说话啊？她就应该从头到尾全当没看见这个畜生啊！淑妃脑袋上炸起一片青金十字架，她真的快要绷不住了。她在这边摸着胸口顺气，那边魏思瑶还在摇头叹息。哎，思思可是好心，淑妃娘娘没见过，还想着让娘娘见见世面，娘娘竟然不想见世面。皇帝爷爷，井底之蛙是不是都活得这般无知又快？呼吸，呼吸，不呼吸，她真的怕自己忍不住，嘴角抽搐的厉害，却不能张嘴骂人，她只能咬牙看向魏楚夜，希望皇帝帮她说句话。然她真的想多了，魏楚夜现在稀罕魏思瑶，稀罕的不得了，别说替淑妃说话了，他现在恨不得把魏思瑶捧在手心里。我的乖乖宝贝啊，手里竟然有这么多好东西，艾玛，皇帝爷爷都想抱你的大腿了。魏楚夜是真的心动了，越看魏思瑶，目光越是发散着纯纯的爱护和宠溺。淑妃计划足，哎呦，本宫这个命苦啊！算了，大哥，就勉强吃一点点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魏思瑶一脸嫌弃，魏荣轩憋着笑，一口一口投喂，奶团子吃得津津有味，时不时点点头。也就还行吧。还行你个头啊！淑妃这会儿被气死了好几回，简直就是死去活来的。算了，不气不气，目的不是这个小兔崽子，是魏荣轩。魏荣轩嗷嗷嗷！荣轩啊，你们2兄弟多吃一点儿。对了，皇上召你们去参加每日早朝了吧？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为皇上分忧。另外，跟你们父皇也多走动些，父子没有隔夜仇。多大点事儿啊，都已经随了他的一和离了，还让你们父子生了嫌隙，真是不配做娘。淑妃凭实力吐槽，而此时3个吃饭的孩子却齐齐放下筷子，魏思瑶甚至已经开始抠嗓子眼了。哦，这菜有毒，大哥二哥快点吐出来，不然吃多了就真成了畜生了。魏荣轩冷漠起身，抱起魏思瑶，想必淑妃娘娘还有事情跟皇上谈，微臣几家人就不打扰了。子轩，我们走。好。魏子轩起身的时候，甚至把嘴里鼓鼓囊囊的食物都恶狠狠地吐在了桌上，完全没给淑妃面子，跟着大哥和小妹扭头走得无比潇洒。淑妃看到这一幕，气得浑身哆嗦，终于完全绷不住，起身指着几个人的背影，一边抹眼泪，一边给魏楚夜告状。皇上，本宫好歹是他们的亲奶奶，他们就这么对本宫，简直离心离德呀，半点都不孝顺呢。现在流行孝道，一个不孝顺就是给人扣上了罪大恶极的帽子。淑妃也豁出去了，既然不能亲近自己，那就毁了算了。然魏楚夜却捏着胡须点头笑道：是个不趋炎附势的，有个性，好孩子啊。哪里有个性了？淑妃快气死了，但没用，皇帝就是偏爱这几个人，真的没办法。哼，既然想招揽咱们，就不要说母亲的坏话。本来觉得菜还挺可口的，吃到最后真的只觉得恶心，什么东西啊！母亲和父王和离到底怎么回事？心里真没点逼数吗？说什么亲奶奶，我呸！当初不也一样不待见咱们这几个废物吗？真是让人作呕。还是只有你才能让本宫满意。有些人呐，真的是一辈子就只被别人冷眼相待。有些人指的自然就是给脸不要脸的魏荣轩几个人。魏锦成听了也当听不懂，坐下跟淑妃聊了一会儿，淑妃便心满意足地把她司库里的丹药灵芝分给魏锦成。这些你都拿着吃，比你们王府的好。
对修为都有好处。进阶前池能稳定修为，进阶后池能让躁动的灵气迅速沉淀。总之呢，是大有益处的。这些都是给你留的。某些人呢，哼，不配有。谢娘娘。他假装为难的样子又道：不过娘娘，我听说大哥和二哥已经可以上早朝了，果然还是大哥二哥比我厉害，皇帝爷爷十分喜爱呢。哼，这有什么啊？你等着，等我去找皇上，也让你去参加早朝。再说了，王府现在就你一个男丁，你就是未来的世子，早晚都要接触朝政的。得了淑妃的肯定，魏锦成心花怒放。谢娘娘。他魏荣轩有的，你也必须得有。淑妃满意的点点头。总之，她对苏子涵还有苏子涵那一家子都十分不满意，也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竟然还要让这两个目无尊长的东西上早朝。你什么时候能进阶呀？淑妃笑眯眯的，目光却带着几分探究。魏锦成心中一紧，连忙起身行礼。宗学说了，就这几日。很好，那本宫的丹药才不算浪费呀。笑话，东西又不是白给的，自然得收获到应该有的作用才行啊。看着面前笑得无比慈祥的老女人，魏锦成暗暗握紧了拳头，面上却又恭敬了几分，而后才告别淑妃，往外走去。看来自己要加快一点速度了，至少要在魏子轩之前进阶才行啊。他一边算计着，一边上了回府的马车，而一直停在皇宫门口的马车内，却多了一封信。看着信封上熟悉的笔迹，他二话不说拆开了信件。这是柳如云给他的信，信上满是对他的思念和关心。看到这些话，魏锦成眼底这才柔软起来。柳如云已经在和那个神秘人接触了，用不了多久就会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回到京城，让魏锦成不必担心，好好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便可以。看到这里，魏锦成松了一口气，娘没事就好。锦城跟子轩一般大，也是时候上早朝，帮着皇上分忧了。闻言，魏楚夜神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默默想着，怎么丝丝的心声淑妃听不到？不是说了吗？魏锦成不是齐王的儿子，也就根本不是自己的孙子，为什么要让他来早朝？嫌绿帽子戴得不够敞亮吗？想着他假装生气，冷哼一声，落下手里的茶杯，呵斥道：慎言，后宫不得干政。淑妃一惊，连忙跪下：是臣妾逾越了，臣妾也是觉得皇上您太过操劳。魏楚夜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起身便走，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淑妃心中大惊，大惊过后是浓浓的恨意。皇上心里根本就没有齐王的位置，没有，不然的话，为什么不让齐王唯一的儿子早朝，反而要让苏子涵的儿子们上早朝？他气扭头就给自己哥哥去了一封信。很快，信便送到了南雨侯宋琦手里，拆开看看，无非就是让他想想办法，让魏锦成能进宫早朝。宋兄，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啊。晋王也觉得魏荣轩和魏子轩有资格参加早朝。有没有资格，皇上说了算，与我等有什么关系啊？哼，如果魏荣轩和魏子轩能早朝，那本王的儿子魏秦和魏求也能参加早朝。父皇就是偏心。两位王爷现在都在宋琦府上，魏达期没有孩子，自然不在乎谁上早朝。燕王府里子嗣众多，出息的只有这两个，自然觉得自己儿子也应该去早朝。宋琦闻言笑笑不说话，心里自然有了算计。不管政治，我们继续聊天。嘿，楚楚，你在等谁呀？魏求笑嘻嘻走过来，楚月月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胖子，突然觉得这个胖子跟那个师兄有点像哦。师兄，你认不认识一个长得跟你有点像，丹凤眼，很高很帅的师兄啊？魏愁笑容瞬间就凝固了。林烟妹几个人闻言差点破防，只能憋住了，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噗，真的太好笑了，哈哈！虽然能修炼了，但拜托，可能找老婆比较波折呢，哈哈哈！看几个人强忍着笑容，魏愁快郁闷死了，只能道：你找他呀，我去帮你叫。说完，只能溜走，而后变成帅哥的模样再出来好了。大家叽叽喳喳说话的时候，魏锦成也来了，只是除了宋明几个人，没人搭理他。魏锦成面色平静，没有被这些人的无视影响到，而是扭头找到徐寒。宗学，我感觉我今天可能会进阶。徐寒一脸藏也藏不住的惊喜。魏锦成可是他的得意门生，一直以来在南间炼气期这个等级都是翘楚，如果不是在青云大比上走火入魔，一定会更早进阶的吧。所谓爱屋及乌，徐寒根本忘记了当时的魏锦成只有炼气期5层的修为，离着进阶还早。不过现在魏锦成马上要进阶了，他二话不说，直接命人清理出一个房间。没办法，现在南间的人太多了，根本没有单独的房间让魏锦成进阶。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南间有人要进阶了。不少人在外面看着被宋明几个人簇拥着走过来的魏锦成，眸子里满是羡慕。他要进阶了，哇，看上去好厉害呢。
魏锦城左右看看，看到人群里一道红色身影，那是玄天宗的红灵。他想靠过去套近乎，红灵却在他走过去之前扭头走了，完全无视。魏锦城微微蹙眉，心道没关系，等进阶了，看红灵理不理自己。在进入房间之前，他故意左右看看，没看到魏荣轩几个人的影子，他便叹息道：可惜大哥和二哥不在，我挺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的。宋明几个人一脸感动，瞧啊，锦城就是如此善良的大好青年，都这个时候了，还希望魏荣轩和魏子轩在这里，都不计较这2个人抢了他的风头了。外面看着这里的其他宗门弟子，则在窃窃私语：这人跟荣轩师兄他们什么关系？不知道吗？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天啊，他竟然是荣轩师兄的弟弟，难怪这么优秀。天啊，长得也不错，以前怎么就忽视这样的人才了呢？借着魏荣轩的光，终于有人看到了魏锦城，这让魏锦城脸上笑容更甚，至少目的达到了。他扭头在人群之中寻找，直到看到徐文苑也在看自己，这才满意的收回视线，扭头义无反顾地走进屋内，关上房门。他要开始努力进阶了，将一切都准备妥当，他开始缓缓打坐。一切不能急，他要恰好时间，在大家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华华丽丽的进阶。哎呀，还进阶不进阶了？还以为很厉害呢，这都多久了？在外面看热闹的弟子们嘀咕起来，宋明和盖宇等人也有些着急。而正当大家想离开的时候，屋内却猛然间传来一股强横的灵气波动，那波动直接掀翻屋顶，四散荡开，甚至让朝堂之上昏昏欲睡的某只团子都猛地睁开了眼睛。我去，魏锦城你不做人，老子在的时候你不进阶，偏要等老子不在的时候进阶啊！我的灵气团子，我的灵气团子！魏思瑶几乎是立刻惊醒，想都不想直接跳下椅子，也不顾所有人的目光，猛地冲出了大殿之外。其实现在也没人顾得上他了，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也都扭头看向门外。晋王、燕王一脸好奇，他们正疑惑进阶的人是谁，扭头便看到魏宏远脸上满是兴奋。哦，原来是老十二的儿子进阶了，恭喜恭喜！看灵气的强横程度，修为不错呀。几道恭喜声下来，魏宏远无比开心，心道还是锦城给力，比某2个不孝子强多了。想着他故意看向魏荣轩兄弟2人，谁知2人连点反应都没有，只是低头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大殿之外，魏思瑶远远看着南间的方向直跺脚，急得不行。灵气团子，灵气团子，我要怎么赶回南间搓团子？正郁闷浪费了一次搓团子的机会，然灵气的波动似乎有些不对劲。